你重生回80年大雪封山的第一件事，不是找仇人报仇，而是跑到深山老林里找野兽拼命。只因你觉醒了掠夺系统，只要击杀野兽就能融合他们的能力。你不仅可以融合野猪的悍勇蛮力，还有雪地猞猁的极限敏捷。哪怕面对全村恶霸的围堵，你也丝毫不慌，反而一脚踹飞了带头的村长儿子。与其像前世一样做个被人抢走救命粮的窝囊废，不如直接打出一条血路。砰的一声，破木门被一脚踹开，夹着冰碴子的冷风倒灌进屋，冻得土炕上的人猛打了个激灵。赵铁生大喘着粗气，猛地睁开眼，看着发黄的报纸棚顶，闻着呛人的汗烟味和刺鼻的血腥气，他脑子嗡嗡直响，自己不是在千禧年的大雪天被仇家打断手脚，活活冻死了吗？那种血液冻僵的绝望感还刻在骨子里。赵铁生猛地抬起双手，指节粗大，满是老茧，但这绝对是一双20出头、充满爆发力的手。他转过头，顺着血腥味看去，土炕上躺着个脸色蜡黄的瘦弱男人，右腿棉裤被剪开，大腿用2块松木板子夹着，外面胡乱缠着破布，渗出的血早就结成了暗红血痂。赵铁生嗓子发干，炕上直哼哼的，正是他爹老赵头。记忆瞬间涌入脑海。1979年冬，大兴村5天前，他爹上山伐木，被几百斤的松木砸断右腿，大队不管医药费，还扣光了工分，家里彻底断粮，全指望厨房水缸旁那半袋掺了糠的苞米面熬过寒冬。上一世的今天，大队长儿子孙大虎带人踹门，抢走了这半袋救命粮。他爹本就重伤，又气又饿，没熬过冬天就死在炕上。那时的自己是个软蛋，眼睁睁看着粮被抢，连个屁都不敢放。这也是赵铁生上辈子最憋屈的死结。赵铁生捏紧拳头，骨节吧嗒作响。既然老天爷让他重活一回，这辈子谁也别想再骑在他脖子上拉屎。嚣张的破锣嗓子打断了赵铁生，伴着杂乱的脚步声，3个穿黑棉袄的青年大摇大摆晃进里屋，领头的膀大腰圆，满脸横肉，正是刚当上民兵排长的孙大虎，身后跟着村里的混子二狗和赖子，手里还拎着烧火棍。孙大虎把手电筒往炕沿重重一磕，皮笑肉不笑的盯着老赵头说：“老赵叔，腿还没好利索呢，眼瞅过年了，你腿废了挣不着工分，看病还欠了大队2块钱。我爹说了，欠债还钱，大队不为难你，拿东西抵吧。”老赵头疼得满头虚汗，哆嗦着哀求：“大虎啊，叔求求你宽限几天，等开春我让铁生进山套兔子，换了钱肯定还。家里就剩半袋苞米了，你拿走，我们爷俩得活活饿死啊！”孙大虎一瞪眼，少他妈跟我扯犊子，开春大队吃什么？你家死活关我屁事！二狗，去把那半袋苞米给我扛走！二狗搓着手直奔水缸旁的麻袋，老赵头急得飙泪，死死扒着炕沿就要往下扑，喊着：“大虎，你行行好，那是救命粮啊！”就在他要栽下炕的瞬间，一只宽厚有力的手稳稳按住他肩膀。赵铁生说：“爹，躺着别动。”声音不大，却透着刺骨的杀气。孙大虎愣了下，看向一直没吭声的赵铁生。以前的赵铁生是个出名的软蛋，可现在对上他的眼神，孙大虎心里直打突。那眼神太冷，像饿急眼的孤狼，透着咬断人喉管的凶光。但孙大虎仗着身后有小弟，立马压下心虚。孙大虎冷笑上前，伸手去拍赵铁生的脸，说：“哟呵，铁生长脾气了。我告诉你，今天这粮我拿定了。你爹个残废加上你个废物，能拿我怎么着？”巴掌还没碰到脸，半空中闪电般探出一只手，死死钳住孙大虎手腕。孙大虎只觉得骨头快被捏碎了，疼得嗷嗷叫：“松手！我操你妈！敢跟老子动手！”赵铁生半句废话没有，抬腿一脚结结实实踹在孙大虎肚子上。170-180斤的孙大虎竟被直接踹得凌空倒飞，重重砸在泥炉子上，轰隆一声，炉子稀巴烂，黑灰和炭火飞满屋。孙大虎捂着肚子缩在黑灰里，疼得脸憋成猪肝色，气都喘不上。正抓着麻袋的二狗和门口的赖子全傻眼了，这下手也太狠了。老赵头吓得面无人色，喊着：“铁生，你干啥啊？打了大虎，咱以后在村里还咋活？”赵铁生没回头，只冷冷盯着那3人，眼神满是戾气。上辈子太在乎破规矩，才家破人亡，这辈子规矩算个屁！孙大虎在地上声嘶力竭的嚎叫：“赖子，二狗，给我削他，往死里削！”二狗和赖子一咬牙，举起烧火棍和铁炉钩子朝赵铁生冲去。赵铁生冷哼，不退反进。他前世是深山里和虾熊搏命的老猎户，这2个毫无章法的二流子，动作慢得像在烂泥里爬。赖子挥着铁炉钩子砸向他的头，赵铁生一步滑一微偏头，钩子擦而扫过，没等赖子收手，他欺身而上，右肘高抬，一记凶狠的泰拳式肘击砸在赖子下巴上，咔嚓一声清脆骨裂。赖子双眼翻白，连哼都没哼，像滩烂泥瘫倒在地，嘴角直冒血沫子。二狗见状，举棍的手僵在半空，双腿直哆嗦。赵铁生猛转头死死盯着他，二狗咽了口唾沫，烧火棍咣当落地，扑通跪下，说：“铁生哥，不关我事，是大虎哥让我拿的。”赵铁生一脚把二狗踢翻。此时孙大虎从剧痛中缓过来，红着眼从菜板上摸起把生锈菜刀，发疯般朝赵铁生后背扑来，喊着：“赵铁生，老子今天劈了你！”听着脑后风声，赵铁生腰都没弯，他冷脸往旁跨出半步，右手闪电般探向门后，单手抄起一把常年劈柴的厚重破斧子，看都不看那把菜刀，他双脚定死泥地，腰部发力抡圆胳膊，带着刺耳破空声，迎着孙大虎狠狠劈下。这一斧快如闪电，孙大虎菜刀还没挨到衣角，就见黑影泰山压顶般砸下，他吓得魂飞魄散，想往后躲，身体根本跟不上，一声闷响，火星四溅，孙大虎下半身一凉，双腿软成面条瘫坐在地，菜刀脱手飞出，他瞪着大眼，浑身触电般剧烈颤抖，顺着视线往下看，那把生锈的破斧子，厚重斧刃已深深剁进他脚尖前不到1寸的洞土里，刚才稍微偏1寸，这脚掌就连骨带肉全剁下来了。屋里陷入死寂，赵铁生单手握斧柄，居高临下俯视瘫倒的孙大虎，他手腕猛一扭，拔出嵌进洞土的斧子，带出的冰碴泥土砸在孙大虎脸上，他连躲都不敢躲，喉咙发出咯咯声，裆部瞬间阴湿大片，浓烈尿骚味弥漫开。赵铁生倒踢斧子，走到装苞米的麻袋前转身，带血的斧刃直指孙大虎面门。赵铁生说：“谁动我家的粮，今天这斧子就欠谁脑袋上。”这话混着冷风，像冰锥子一样死死扎进孙大虎耳朵。瘫在地的孙大虎猛打了个激灵，看着脚尖前还在晃悠的劈柴斧，冷汗淌下来，直接在脸上冻成了冰碴。斧刃上那股常年剁肉的血腥
腥味，直冲天灵盖。孙大虎吓得连滚带爬往后缩，裤裆里的尿遇着冷风，冻得他直打摆子。他哪还顾得上抢粮，一脚踹在发猛的二狗屁股上。孙大虎骂道：“操你大爷的，看啥呢？赶紧把赖子架起来，走！”二狗连拖带拽架起被干晕的赖子，仨人像丧家犬一样屁滚尿流冲出院子。屋里终于清静，赵铁生大步跨过去，一把拽上漏风的破木门，插好门栓，转身走到水缸前，解开破麻袋看了一眼，半袋苞米面全掺着拉嗓子的谷糠，就这点破玩意，省着吃顶多扛1个星期，根本熬不过大雪封山。炕上的老赵头这才缓过气，满脸惊恐。老赵头说：“铁生啊，你惹大祸了！大虎他爹是大队书记，手里攥着民兵排的枪杆子。”老赵头说：“你打了他，咱家以后还咋领救济粮？这可咋活啊？”赵铁生走到炕沿，往炉里添了2块干木柴，火苗腾的窜高，屋里亮堂了几分。赵铁生说：“爹，我不打他，他就能给咱留活路。”赵铁生说：“大队那帮犊子啥德行你不知道？你腿断了，他们连2块钱消炎药都不给。”赵铁生说：“就是想看咱爷俩死。”老赵头眼圈一红，枯干的手直砸炕沿。老赵头说：“是爹没用，连累了你。”赵铁生起身拍掉手上的黑灰，眼神透着深山里磨出的野性。赵铁生说：“爹，别说这些，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没粮咱就去山里拿。”赵铁生说：“你安心养伤，剩下的交给我。”说罢，赵铁生披上补丁落补丁的破羊皮袄，推门扎进漫天风雪，进山打猎是眼下唯一的活路。大兴村背靠长白山，山里狍子、野猪、黑瞎子多的是，可现在大雪封山，赶进山的只有端着50-60半自动或老套筒的大队东列队。他把孙大虎得罪死了，去借枪纯属痴人说梦，人家不背后打黑枪就算烧高香了，没枪进山就是给野兽送外卖。黑松林里危机四伏，他空有老猎人的经验，也必须找个关键时刻能顶在前面的帮手。赵铁生踩着没过脚脖子的雪，直奔村东头牛棚，他要找个人，哑巴王二牛。二牛是个孤儿，发烧烧坏了脑子成了哑巴，从小吃百家饭长大。这小子一根筋，但生了富豪骨架，快1米9的个头，膀大腰圆，胳膊比常人大腿还粗。村里人不把他当人，天天指使他干最累的活，一天就给俩硬的像砖的砸面窝窝头。大雪天，全村就他在院里劈柴挑粪，刚到牛棚外，就听见咔嚓咔嚓的劈柴声。漫天飞雪里，二牛光着膀子，下半身就穿了条破棉裤，正挥着大铁斧，把核爆粗的松木桩子劈得木屑乱飞。他浑身冒着白气，像头不知疲倦的牲口。赵铁生走过去喊了一嗓子，二牛停下火转过头，冻得通红的脸配着铜铃大的眼，傻愣愣地看着他。赵铁生走近，一把攥住二牛粗壮的胳膊，肌肉硬得像石头。赵铁生问：“天天给人白干活，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冷不冷？”二牛咽了口唾沫，摸摸瘪肚皮，啊叫了2声，摇头又点头。赵铁生问：“想不想吃肉？能在锅里炖得滋滋冒油，一咬满嘴油的肥肉？”一听肉字，二牛眼睛瞬间瞪溜圆，喉结狂滚，口水差点流下来，拼了命的点头。赵铁生说：“行，穿上衣服，拿上你切草料的刀，跟我走。”赵铁生说：“以后跟着我，管你顿顿吃肉。”二牛根本不带犹豫，在他简单脑子里，谁给肉吃谁就是天王老子。他转身钻进牛棚，套上破棉袄，从草料堆底摸出一把磨得锃亮的宽背杀猪刀，往后腰一别，像做铁塔似的跟在赵铁生屁股后面，带着二牛回到院子。赵铁生一头扎进杂物棚，没枪他就自己造个要命的家伙。前世在山里讨生活，啥土枪陷阱没玩过，最穷买不起火药时，全靠一把自制大弓在黑松林里跟野兽搏命。他在破木料里翻找半天，眼睛一亮，猛地抽出一根满是灰尘的木棍，这是一根废弃的拓木，这玩意极硬，韧性极大，素有南弹北拓的说法，绝对是做弓背的极品材料。这本来是他爷爷做车轴用的，车砸了后就扔在这垫桌角。赵铁生说：“二牛，把火升起来，稍旺点。”赵铁生把木头扔雪地里，转身钻进屋，从炕柜最底下翻出一对老物件，那是一对超过半米的野牛角，这是老赵头年轻时打老野牛留下的，一直当传家宝供着没舍得卖。赵铁生脱了羊皮袄，抄起劈柴斧和锉刀，他麻利地劈开拓木，顺着纹理快速打磨，木头极硬，木屑崩在脸上生疼，但他眼都不眨，凭着前世的手感，硬生生把直挺的拓木削出了完美弧度。这时二牛已经在院里架起铁锅，火烧得呼呼作响。赵铁生说：“加水。”他把家里仅剩的碎猪皮和几块干鱼鳔扔进锅，大火猛熬。没一会，院里弥漫起刺鼻的腥臭味，锅里熬出了一层粘稠透亮的动物凝胶。趁这功夫，赵铁生把野牛角架在火上烤软，拿铁锤沿着边砸平，硬是用刀片刮成了2片均匀的牛角片。赵铁生满头大汗，把滚烫的明胶均匀刷在拓木公胎内侧，迅速将2片牛角死死贴上。二牛，按住，往死里按！二牛蒲扇大的手猛地压住，巨力压的拓木发出牙酸的嘎吱声。赵铁生手脚并用，抄起粗麻绳，一圈接一圈，密密麻麻把牛角和拓木死死缠紧。正常做复合弓得阴干几个月定型，现在没那时间。赵铁生直接把公胎架在火堆上高温强行烘烤，火苗舔着麻绳和胶水滋滋作响，伴着刺鼻焦糊味。木头和牛角在高温重压下极其爆裂的结合在一起，足足烤了2小时。赵铁生一把将公胎扔进雪地，吃，白烟升腾。骤冷骤热下，这把粗糙却透着凶悍的半成品牛角拓木弓彻底定型。拆掉胶麻绳，摸着暗红弓身，内侧坚硬牛角提供极限压缩，外侧强韧拓木提供张力。这是一把标准的重型反曲复合弓。他从屋里摸出一根早年牛筋混麻线编的粗弓弦，一脚踩住弓胎下端，双手握住上端，腰背猛然发力，伴着头皮发麻的弓身形变声。赵铁生手臂青筋暴起，硬生生将粗壮的弓弦挂上弦槽，一股极度狂野的张力瞬间传导开，震得他虎口发麻。好家伙，这磅数起码得有120。赵铁生咧嘴冷笑，这磅数的重弓近距离杀伤力绝对不比老套筒猎枪差，足够射穿黑瞎子的后皮。他在雪地里捡起一根削尖烤硬的粗木剪，满院风雪肆虐。赵铁生双脚稳稳扎根，左手死死握弓把，右手捏剑尾搭上弦，猛吸一口冷气，浑身肌肉骤紧，右臂猛地向后一拉，嘎吱，弓如满月。松手，嗖，刺耳的破空声骤响，木剑化作残影，直接射穿了院外大腿粗的松树杆，箭头深
深深定进树后的冻土里，尾羽还在疯狂颤抖。二牛瞪着牛眼，死死攥住了手里的杀猪刀。二牛喉结狂滚，看赵铁生的眼神彻底变了，简直像在看山里的黑瞎子王。赵铁生没吭声，跨出院门，攥住剑杆，用力一把，咔啦一声，戴沐茶的箭头硬生生拔出。他拿大拇指刮了刮锋利箭头，满意的弹弹弓弦，走，收拾东西进山。回屋，他把仅剩的一团粗麻线、几根生锈细铁丝和一把豁口砍柴刀全塞进破帆布包，接着抓了把干瘪红辣椒揣怀里，冲炕上的老赵头撂下话：爹，谁敲门也别开，我去弄肉。说完，他把重磅牛角弓往肩上一挎，带着二牛扎进漫天大雪。天刚亮，大兴村口聚了10几号人，正是大队东列队，领头的是质保主任王宝库，端着把锃亮的56半自动步枪，正神气的发子弹。旁边几个汉子背着老套筒或双筒猎枪，脚边拴着几条瘦狗，汪汪直叫。孙大虎没在，估计脚趾头差点被剁，吓破胆躲家换裤子了。赵铁生和二牛刚露头，众人齐刷刷看过来，哟呵，这不是咱村出名的软蛋赵铁生吗？一个豁牙子吐了口黄痰，指着他肩上的弓大笑：咋的？大虎没抢走苞米面，你打算拿破木棍上山打野鸡？我看他是饿疯了。另一个汉子嘲讽，还带着二牛这个傻子，怎么着？怕不够狼啃，带个大块头去给狼王加餐。人群爆发哄笑，土狗跟着狂吠。王宝库磕了磕烟袋锅，打着官腔教训赵铁生：山里不是你过家家的地方，大雪封山野兽多，你爹废了，你要死里头大队还得给你出棺材本，赶紧带着傻子滚回家。赵铁生冷眼扫过这群人，前世太把这帮人当回事，才活得窝囊。这帮人碰见真家伙跑得比谁都快，管好你们手里的烧火棍。赵铁生声音冷得掉冰碴，进了山别听见动静吓尿裤子，把枪管塞自己嘴里。小兔崽子，你他妈说啥？豁牙子急了要上前，赵铁生没搭理他，左手拇指一挑，牛角弓发出一声极具压迫感的崩声。他偏头道：二牛走。二牛像尊黑铁塔往前一横，那股常年干重活的煞气加上手里的杀猪刀，瞬间把豁牙子吓退半步。两人连头都没回，踩着深雪直奔大兴村背后那片最暗的山脉。宝库叔，这小子往哪走呢？豁牙子瞪大眼，王宝库一看脸色变了，那是黑松林。老话讲宁遇黑瞎子，不进黑松林，那地方终年不见阳光，松针半米厚，踩空就现泥潭，里面藏的全是恶急眼的大火，老猎人都不敢随便钻，不知死活的狗东西。王宝库冷笑啐了一口，往内钻，骨头渣都剩不下，咱走咱的，别管这俩死人。一进黑松林，光线瞬间暗下，外头的白毛风被黑松挡住，林子里静得可怕，只有踩雪的咯吱声，空气弥漫着松枝和腐木的腥气，积雪没过大腿根。换以前赵铁生早喘成狗，但现在凭着前世经验，他每步都精准避开树坑枯枝。二牛跟在后面直喘粗气，赵铁生突然停步，抬起右拳，二牛瞬间定在原地，杀猪刀下意识横在胸前。赵铁生拨开灌木，雪面有串杂乱的身体印，树皮被蹭掉一块，还散落着冻硬的黑粉。他捏起一颗闻了闻扔掉，是猪圈。刚走半天，看深度起码是个110斤的炮卵子。赵铁生快速扫视四周，这是天然兽道，两边陡坡，畜生只能走着，硬碰硬去追是蠢货，猎人靠的是脑子和家伙。他卸下包，倒出麻线和铁丝。二牛，把那树给我压弯。他指着一棵大腿粗的桦树丫子。二牛二话不说，抱住树干，肌肉紧绷，青筋暴起，伴着低吼，笔直的桦树硬生生被他压成弯弓。稳住！赵铁生动作极快，他用砍柴刀削出一个精巧的木质扳机，受力超5斤瞬间弹开，接着把铁丝麻线绞在一起做成活套，一头绑树丫，一头穿过扳机悬空在兽道中央，离地30公分，这叫吊脚套。野猪一钻，扳机松开，桦树反弹力会瞬间把它吊起或勒断脖子。怕畜生贼，赵铁生没停手，在前后2米位置又做了俩隐蔽的连环套，躲开第一个也逃不过第二、第三个。赵铁生打手势，二牛松手，树丫往上弹寸许就被扳机死死扣住，蓄满恐怖力量。赵铁生捧起干净雪，小心掩盖脚印铁丝，撒上干松针，兽道看着和刚才毫无区别。他拍掉雪渣，取下牛角弓，搭上硬木剑，退到大岩石后示意二牛蹲下静声。两人屏息，林子陷入死寂。5分钟、10分钟，赵铁生像块冻在雪里的石头一动不动，二牛冻得直打哆嗦，也死死咬牙没吭声。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沙沙声顺风传来，赵铁生瞳孔瞬间收缩，大拇指猛地扣紧弓弦，将牛角弓缓缓抬起，瞄准兽道前方。前方灌木丛猛地剧烈晃动，咔嚓一声，积雪枯枝被蛮力撞开，雪粉飞扬中，一头长满黑硬猪毛的野猪窜出林子。这是头110来斤的野猪崽子，但在黑松林里摸爬滚打，身板像个小铁塔，嘴角隐隐冒出白森森的獠牙尖。他鼻子沾雪，嘴里哼哧喷着白气，通红的小眼透着恶急眼的凶光，正顺着兽道大摇大摆往下走。赵铁生躲在岩石后，左手死死卡着弓把，右手拇指扣紧弓弦，呼吸压到最低。旁边的二牛瞪圆眼珠，喉结直滚，双手把杀猪刀攥得青筋暴起。要不是赵铁生严令不许乱动，这傻大个早扑上去肉搏。赵铁生极轻的吐出俩字：稳住。野猪崽子毫无察觉，一边拱着烂树根一边溜达。3米、2米、1米，吧嗒一声脆响，野猪前蹄不偏不倚，正踩中木质扳机，刹那间机关弹开，死绷的粗麻线瞬间脱钩，被压弯的桦树鸭子带着千钧之势猛地反弹，铁丝活套像毒蛇般在雪地刷的收紧，死死勒住野猪右前腿，巨大拉力瞬间把110斤的野猪掀翻，拽着右腿吊上半空。野猪凄厉惨叫，整个身子在半空疯狂扭动挣扎，粗壮后腿死踹树干，獠牙胡乱啃咬铁丝，锋利铁丝瞬间切破猪皮，鲜血顺着腿肚子往下淌。野猪力气太大，震得大腿粗的桦树剧烈晃动，扑簌簌直掉血块。就是现在！赵铁生不给他半点机会，猛地从岩石后站起，双脚定死雪地，腰背肌肉瞬间隆起，120磅重弓一把举起，刺耳的形变声中，粗糙弓弦被硬生生拉至耳根，满月绷紧。他眼神冰冷，目光死死锁定半空的野猪，猪皮太厚，自制弓配木箭射身上根本不致命，必须一击必杀。瞄准，松手！硬木箭化作残影撕裂寒风，带着恐怖破空声直奔猪脑。沉闷的入肉声响起，削尖的木箭精准从野猪左眼窝狠狠扎进，巨
巨大惯性带着箭头贯穿脑浆，从后脑勺冒出一节带血木茬。野猪惨叫戛然而止，百十斤的身躯在半空猛抽2下，四腿绷直，接着像破麻袋一样彻底不动，只剩嫣红猪血滴答砸在雪地，触目惊心，一击毙命。赵铁生放下发酸的右臂，吐了口浊气，这身体底子太差，拉一次重攻肌肉就快撕裂了。就在野猪断气的瞬间，赵铁生脑子里嗡的一声响，视网膜上直接浮现出一行清晰的系统提示文字：击杀目标野猪幼年体，获取猎物能力反馈，强韧抗寒，耐力强化。没等他反应，一股极其滚烫的暖流毫无征兆从尾椎骨炸开，像沸腾的岩浆顺着大腿骨狂奔，瞬间流遍双腿神经血管。赵铁生倒吸口凉气，双腿骨骼深处传来强烈酥麻感，像无数蚂蚁在骨髓爬行撕咬，肌肉纤维疯狂撕裂重组，变得更紧实粗壮。原本冻僵的双脚像踩在火炉上滚烫发热，漏风的破羊皮袄再也感觉不到寒意，冻死人的白毛风刮在脸上跟春风似的。更恐怖的是体能，拉弓消耗的体力瞬间回满，浑身充满使不完的牛劲，这就是重生的底牌，杀猎物就能夺取能力。赵铁生眼底闪过骇人狂喜，试着往前迈步，没膝盖的深雪此刻踩着竟向平地，双腿微发力，雪面只留及前脚印，身轻如燕，连跨3、4步直接窜到桦树下。赵铁生握紧拳头，感受着爆炸力量，嘴角扯出凶狠弧度。有这金手指，长白山老林子以后就是他的后花园。二牛回过神，像看见血的狗熊，兴奋嚎叫着连滚带爬冲来，大眼死盯半空的野猪，口水吧嗒直掉。赵铁生一挥手，傻看啥，干活，把他放下来。二牛二话不说，冲上去一把抱住110斤的野猪，硬生生把桦树往下拽了半米，单手粗暴扯下勒进肉里的铁丝，砰的一声，野猪砸在雪地。赵铁生拔出豁口砍柴刀，警惕扫视四周，放血，麻利点，趁热乎别让血闷肉里发酸，血腥味一散，随时会引来更要命的家伙。二牛兴奋应声，手法极其熟练，他一脚踩住野猪脖颈，左手薅住鹰耳朵后扯，右手杀猪刀找准下巴动脉，扑哧就捅进去，刀尖一挑一划，冒白气的热血滋啦喷射。见了二牛满脸，他却咧嘴傻了。二牛熟练的给野猪放血，赵铁生吸了吸鼻子，猛地转头盯向头顶的松树杈，那里正趴着一团眼睛冒绿光的黑影。黑松林终年不见阳光，透过漫天碎雪，赵铁生只扫了眼树杈上那幽绿的瞳孔和轮廓，后背汗毛刷的全立了起来。那是一只体型硕大的雪地猞猁，这畜生少说60-70斤，灰白厚实的皮毛完美融入积雪，四肢粗壮如小柱子，耳间竖着2撮黑长毛。它正悄无声息趴在5-6米高的粗松之上，像尊蓄势待发的石雕。在长白山，老猎户管猞猁叫山狸子，他阴险狡诈到了极点，最喜欢树上搞偷袭，一爪子连狼脑壳都能拍碎。此刻那双绿眼死死盯着满手是血正咧嘴傻乐的二牛，野猪的热血彻底激出了这头老猞猁的凶性，一声破风箱般的低嘶，下一秒黑影毫无征兆地动了，60-70斤的巨大猞猁四爪猛蹬树干，核爆粗的松枝猛然下沉，它化作灰白残影，张开血盆大口，探出10根钢钩般的利爪，借着下坠的恐怖重力直扑二牛后脖颈。太快了！二牛只听头顶风响，本能转头，一双牛眼瞪得老大，彻底傻在原地。那惨白利爪离他眼珠不到半米，千钧一发之际，赵铁生连吼都省了，左手一撒扔掉笨重的牛角弓，近身搏命，这玩意施展不开。同时他右手闪电探向后腰，抽出那把短猎刀，刀刃极其锋利，透着寒光。野猪死亡带来的强化彻底爆发，赵铁生深吸一口冰冷血腥气，紧绷的双腿肌肉瞬间膨胀，撑起单棉裤，他双脚死死跺地，一声闷响，脚下半米深的积雪被踩出深坑，雪粉炸弹般迸溅。借着这股强悍的腿部爆发力，赵铁生犹如出膛炮弹拔地而起，硬生生拔高2米多，迎着从天而降的猞猁撞了上去。猞猁在半空看到窜上来的人类，树瞳猛缩，野兽本能让他在半空不可思议的猛然扭腰，抓向二牛的利爪带着呼啸，狠狠拍向赵铁生脸颊。这要是拍实，半个脑袋绝对被削下来。身在半空无处借力，但赵铁生眼底比猞猁还冷血，他脑袋极其凶险的往后猛仰，腥臭爪尖擦着鼻尖横扫而过，撕拉一声扯开他胸前羊皮袄的3道口子，冷风倒灌。就在猞猁一击落空，就立刚去心力未生的死角，赵铁生凶光爆射，右臂肌肉块块隆起，紧握短猎刀由下而上，极其精准狠辣的捅出，令人头皮发麻的骨肉碎裂声响起。短猎刀顺着猞猁下巴没有任何骨骼保护的柔软皮肉，毫无阻碍的捅入，巨大惯性带着刀刃贯穿下颚骨，没有任何停顿，狠狠扎进脑干。为了不破坏这张价值连城的皮毛，这是唯一能一击毙命且绝不伤皮的手法。凄厉嘶吼卡在喉咙，庞大身躯在半空猛地僵直，四肢巨爪剧烈抽搐，幽绿眼睛翻出大片惨白眼白，一人一兽砸落雪地，砸起漫天雪雾。赵铁生极其灵活翻滚卸力，单膝跪地，右手死死攥着刀柄，硬生生将60-70斤的猞猁按死在雪地里，尸体还在抽搐，蓝色液体顺着刀槽从下巴极小的伤口滴落，没沾染半点皮毛。二牛这才双腿一软跌坐在地，杀猪刀掉进雪里，他大口喘气，浑身冷汗湿透。太快了，从扑击到凌空毙命，连眨眼功夫都不到。二牛都没看清怎么出刀的，这凶兽就成尸体了。就在猞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瞬间，赵铁生脑海再次传来清脆嗡鸣，眼底直接浮现出清晰的系统文字提示：击杀目标雪地猞猁成年体，获取猎物能力反馈，听觉大幅强化，极限敏捷提升。文字消散，耳膜深处传来撕裂般的刺痛，紧接着转化为清凉气流钻进大脑，世界瞬间变了。原本只有风声的黑松林，此刻在他耳朵里极其鲜活嘈杂，他能清晰听到100米外松鼠啃坚果微弱的咔咔声，50米外枯松针不堪重负断裂落地的沙沙声，甚至能听到旁边二牛像破鼓般咚咚疯狂的心跳，连血液奔涌声都一清二楚，简直就是顺风耳。不仅如此，全身骨骼关节仿佛被上好机油重新润滑过，刚才一跃的酸痛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轻盈感。他起身活动脚踝肩膀，嘎巴嘎巴骨节脆响，现在的身体柔软的能做出前世不敢想的极限动作，这金手指掠夺来的能力强悍的让人恐惧。赵铁生深吸气压下翻涌的力量，拔出短
猎刀在雪地蹭掉血迹，别回后腰。他踢了脚二牛的大腿，说别在地上装死狗了，赶紧起来干活，今天咱算掏上大山货了。二牛如梦初醒，打了个哆嗦，连滚带爬起来，看着地上体型吓人的猞猁，再看一脸平静的赵铁生，眼神只剩彻底的敬畏和服从。在这傻大个心里，能一刀捅死这种大爪子的铁生哥，就是活脱脱的山神爷下凡。二牛咽着唾沫结巴问铁生哥，这玩意儿能吃不？赵铁生走向尸体，说吃个屁，肉酸的倒牙，最值钱的就是这张皮。在79年这匮乏年代，一张没枪眼刀伤的完整成年猞猁皮，拿到省城黑市，绝对有阔主花大价钱买去做大厂，那可是能换真枪实弹和硬通货的本钱。赵铁生手法极专业，他让二牛拎着猞猁后腿倒掉，自己拿猎刀从后腿内侧极其小心地划开小口，刀锋顺筋膜一路向下，庖丁解牛般行云流水。他包得极仔细，不仅四只爪子厚皮完美包下，连脑袋上的皮毛，包括2撮标志性的耳尖黑毛，都完整无损地退了下来。不到半个钟头，一张灰白相间、毛色光亮的完美猞猁皮就被剥离出，除了下巴极小的刀口，再无任何破损血污。剥了皮的尸体直接扔雪地喂狼。赵铁生把极品猞猁皮翻过来，用干净血搓掉油脂，卷起塞进破帆布包。他说走，把野猪扛上，撤。黑松林血腥味重，引来狼群或黑瞎子绝对吃亏。二牛二话不说，剪断粗树枝，用麻绳把100斤的野猪四体一绑，像挑小扁担似的稳稳扛在宽阔肩膀上。赵铁生捡起牛角弓，两人延寿到迅速出林，有极限敏捷和耐力加持，难走的山路对赵铁生简直如履平地。他走在前面快得像阵风，脚印浅得可怜，扛着野猪的二牛拼了老命一路小跑才勉强跟上。两人花了不到来时1半的时间，走出了暗无天日的黑松林。刚钻出林子边缘的灌木丛，赵铁生强化的听觉就敏锐捕捉到枪栓拉动的清脆咔嗒声，紧接着是一阵杂乱狗叫，一声警惕立刻传来，站住，干啥的，把手举起来。赵铁生抬眼看去，20米外雪坡上站着个穿厚重羊皮大衣、戴狗皮帽子、胳膊缠红袖标的老头，他端着双筒猎枪，黑洞洞的枪口死死指着他们，脚边拴的黄毛土狗冲着狂吠，尾巴却夹得死紧，显然是闻到猛兽血腥味不敢上前。这是大兴林场的护林员。大雪封山，突然从老猎人都不敢进的绝地钻出2个浑身是血的血葫芦，换谁都哆嗦。老护林员紧扣扳机，紧张盯着赵铁生问：赵家的小子，你们俩不要命了，敢往那片绝地里钻？训斥间目光一转，立刻看到二牛肩上还没凉透的100斤大野猪，老头眼珠子顿时瞪圆了，满脸不可思议。好家伙，炮卵子，就凭你俩赤手空拳，能从黑松林扛出一头炮卵子？赵铁生根本不接茬，走到护林员面前5步停下，伸手从帆布包里一把拽出卷好的猞猁皮，唰的一声，赵铁生双手一抖，极其随意地将那张带着压迫感、散发浓烈凶煞之气的完整猞猁大皮直接展现在满天风雪中。他用力抖落了几粒冰碴，灰白漂亮的皮毛在风中如水波荡漾，耳尖黑毛透着野性，整张皮子浑然一体，毫无瑕疵。刚还狂吠的黄毛土狗看到这张大皮，吓得呜的一声惨叫，瘫在雪地尿了一地。老护林员的双筒猎枪啪嗒一声直接掉进了雪窝子。护林员看着没一处破损的猞猁皮，倒吸一口凉气问：你俩兔崽子，这是把山神爷的场子给端了？赵铁生冷冷扫了老护林员一眼，废话没有，直接把极品猞猁皮重新卷好塞进帆布包，管好你的嘴，山里的事少打听。撂下硬话，赵铁生头也不回地踩着后雪，带着二牛直奔30里外的青山镇。老护林员站在风雪里，看着两人背影，尤其是二牛肩上那头还在滴血的大野猪，硬是没敢再举枪，只觉得后脊梁骨阵阵发凉。30里雪路，搁以前能把赵铁生这单薄身体活活累散架，但现在体内融合了野猪和猞猁的强悍耐力与敏捷，走在没过小腿的雪窝子里，简直像在平地溜达，脚尖点地，身子往前一窜就是2-3米，气不喘面不改色。后面的二牛抗着100斤死猪，但这傻大的天生神力，加上见了血正兴奋，满脸红光，一路小跑跟着，大气都不喘。不到中午，两人顶着风雪进了青山镇。79年的青山镇，满大街是穿破棉袄的人。镇东头供销社的后院是专门的土特产收购站。刚进院，一股旱烟味混着生皮子发霉味就扑面而来。听着赵铁生的招呼，二牛肩膀一耸，把冻得梆硬的野猪狠狠砸在水泥台子上，震得大铁秤直晃悠。柜台后烤火的验收员是个干瘦老头，外号刘老抠，平时没少吃卡拿药。听见动静，他放下破茶缸，推了推老花镜，斜眼瞅着台子上的野猪。他披着军大衣走出来，拿脚踢了踢猪獠牙，撇着嘴打着官腔说：大兴村的吧，冰天雪地弄头炮卵子不容易，不过这猪太瘦，顶多算3等肉，按规定2毛5一斤，算100斤，给你25块，外加10斤全国粮票，行就过秤，不行拉倒。二牛一听25块，眼睛立马亮了，这可是能买好几大锅红烧肉的巨款。赵铁生站在原地，眼皮都没抬一下，2毛5，这老登真拿他当要饭的打发。黑市猪肉早卖到8毛一斤，这纯野生炮卵子少说能卖70-80块。不过今天这野猪只是天头，真正的杀招在包里，野猪按你说的价过秤。赵铁生冷冷开口，刘老抠心里乐开了花，暗骂这是个不懂行的厨，转手卖给国营饭店至少能吃20-30回口。他冲屋里喊了一嗓子：小刘，赶紧把猪挂上秤，就要转身。等等，赵铁生大步跨到玻璃柜台前，一把扯下帆布包，哗啦一声将那卷雪地猞猁皮直接抖落在柜台上。收完猪肉，再看看这张皮子，灰白相间的厚实皮毛瞬间铺满半个柜台，浓密底绒在昏暗屋里泛着极具质感的亮水色，尤其是2只竖立的耳尖上，那2撮黑毛完整无缺，透着令人心悸的野性。刘老抠刚转过去的身子猛地僵住，他那双浑浊3角眼瞬间爆出金光，像文件写的苍蝇一样扑到柜台前，双手颤抖着摸上猞猁皮。哎呦卧槽，这底绒，这真毛，连根杂色都没有。刘老抠干了半辈子也没见过几回这等成色的皮子，他翻来覆去找枪眼刀伤想压价，找了半天才在下巴根底下找到个指甲盖大的微小刀口，一刀捅进下巴，直扎脑干毙命。刘老抠心里掀起惊涛骇浪，这他妈得多狠的手法眼光才能干出来？但他迅速装出一副勉为其难的痛心模样，把皮子往柜台一推，说：小子，皮
皮子是好皮子，可惜是头死大猫吧？看这下巴这么大个窟窿，破相了。按规矩算2等残皮。看在你们大雪天进山不容易，我按最高价50块钱收了。50块钱！赵铁生气急反笑，他双手按在玻璃柜台上，身子猛地前倾，极具压迫感的目光死死盯住刘老抠的贪婪老脸。老登，你真当我是没见过世面的泥腿子，跑这糊弄鬼呢？赵铁生声音不大，却透着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戾气。50，你出去扫听扫听，就这橙色的雪地大猞猁，全虚全影。省城黑市做大厂起步价就得280块，那帮大院子弟为了这玩意能把狗脑子打出来。刘老抠被黑市价惊得头皮发麻，心虚退了半步，马上又梗着脖子叫嚣：少他妈跟我扯黑市，这是国家收购站，我定多少就是多少，敢在供销社撒野，信不信我一个电话打给大队，给你扣个投机倒把的帽子送去吃枪子？投机倒把！赵铁生冷哼一声，反手真的拔出后腰还带血的短猎刀，刀尖朝下，极其狂暴的砰一声插在刘老抠面前的实木算盘上，精打细算的算盘珠子瞬间崩飞一地。刘老抠说：你吓唬我，今天这皮子少于300块，谁也别想拿走，敢坑我的钱，我今天就让你这收购站关门大吉！话音刚落，旁边的二牛怒吼一声，像头暴怒的黑熊往前一顶，手里沾着野猪血的杀猪刀直接拍在玻璃柜台上，震得玻璃发出危险的咔咔声。这俩煞星一身血腥味和毫不掩饰的杀气，瞬间把刘老抠吓得面如土色，双腿直哆嗦。刘老抠扯着嗓子杀猪般嚎叫，说反了反了，保卫科快叫保卫科的人来！剑拔弩张的死局里，一道清脆干练、透着威严的女声突然从后院里屋门口传出：吵什么？当这里是菜市场吗？赵铁生眼皮一抬，只见一个穿笔挺绿军大衣、踩着小牛皮翻毛军靴的年轻女人大步走出。女人20出头，齐耳短发，五官精致，但那双眼睛异常锐利，透着居高临下的傲气，显然不是这穷乡僻壤能养出的人物。身后还跟着个面无表情、身板笔直的平头壮汉，站姿和眼神绝对是上过战场的老兵。刘老抠一看，像抓住救命稻草，连滚带爬钻出柜台，点头哈腰迎上去：哎呦，沈干事，对不住惊动您了。这俩乡下小流氓跑来捣乱，拿张破皮子漫天要价，我正要叫保卫科抓人呢。这女人正是从省城下放来采购稀缺药材的高干子弟沈玉露。沈玉露根本没搭理告状的刘老抠，他双眼越过人群，直接落在柜台那张猞猁皮上，只看一眼，沈玉露瞳孔猛地一缩，他快步走到柜台，没嫌弃腥味，直接伸出白皙手指内行的逆向捋了把皮毛，翻看底容，接着捏起猞猁脑袋，看了眼下巴那极其细微却一击毙命的刀口。沈玉露抬起头，漂亮眼睛死盯眼前这个穿破羊皮袄、浑身透着野兽凶悍气的年轻男人，刀法绝了，没半点犹豫，凌空一刀从下颚直穿脑干，能在黑松林单杀成年大猫，连一丝皮毛都没划破，这手艺省城老猎王都未必做得到。赵铁生面无表情地拔出插在算盘上的短猎刀，在袖子上随意蹭了蹭刀背，一头畜生而已，顺手宰了。300块少一分，这皮子我拿去点火盆。面对赵铁生这软硬不吃、狂到骨子里的态度，沈玉露身后的平头保镖眉头一皱，猛地踏前一步，身上瞬间爆出危险气息。沈玉露却抬手拦住保镖，他不仅没生气，眼中反而闪过极度欣赏。这年代所有人见他这身军大衣都战战兢兢，敢用这种眼神看他，当面叫板的同龄人他还是头一回见。沈玉露看着毫无瑕疵的猞猁皮，直接拍出300块钱，这张皮我要了，但我看你顺眼的不是皮，是你这身胆气。3张崭新的100元大钞，啪的一声拍在玻璃柜台上，刘老抠眼珠子都快瞪掉出来了，喉咙像卡了干面糊。300块啊，他干大半年都挣不来这数。赵铁生看着钱，眉头都没动，伸出粗糙大手只抽走一张100的和沈玉露递来的50零钱，屈起2指，把剩下150块顺着柜台推回沈玉露面前。屋里人都看愣了，二牛更是急得直挠头，在他简单脑子里钱还能往外推。沈玉露秀眉微蹙，锐利眼睛紧盯赵铁生，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年头乡下泥腿子见钱连命都敢搭，这小子倒好，白给的钱往外推。赵铁生直截了当，声音沉稳的不像个山里汉子，我不缺钱，缺趁手的家伙事。皮子值300，我拿150买粮买肉，剩下150我买你手里的路子。沈玉露身后的平头保镖冷笑，说好大口气，你知道沈干事是什么人？你买得起吗？赵铁生根本没搭理他，直勾勾盯着沈玉露，我要一套高强度的金刚滑轮组，最好航空铝材打底，要一卷韧性最高的军用钢丝弦，外加一个苏式4倍光学瞄准镜。这3样东西普通供销社听都没听过，但我看你这派头，弄到这些工业零件不难。话音刚落，屋里死一般寂静。沈玉露那双漂亮丹凤眼猛地睁大，眼神第一次露出毫不掩饰的震惊。他上下打量这浑身血腥味的猎户，简直不敢相信耳朵。滑轮组、钢丝弦、光学瞄准镜，懂点军工的都知道这是组装现代高杀伤复合弩的核心部件。别说这穷乡僻壤，就是省城军区装备科，这理念也极其超前。沈玉露不由压低声音，带着强烈探究欲问：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吃不饱的山里猎户，怎么懂这些军工精细玩意？赵铁生面无表情说：大兴村赵铁生，我就问一句，能不能弄到？沈玉露死死盯着他，试图从那死水般的眼神看出破绽，但失败了。这男人的眼神冷硬的像块生铁。沈玉露猛地一拍柜台，嘴角勾起极具野性的笑意，好痛快，150块买这3样不够，但我沈玉露今天交你这个朋友，3天后还是这里，东西我给你备齐。赵铁生极其干脆，转头指着水泥台子上的野猪说：那头猪25块，外加10斤全国粮票，掏钱。刘老抠哪还敢放半个屁，连省城沈干事都对他客气，自己算个软蛋。他赶紧从抽屉点出25块和一沓花花绿绿的粮票肉票，哆嗦着递过去。赵铁生一把抓过塞进怀里。沈玉露命令道：刘老抠把你后院拉货的大金鹿自行车借他用。刘老抠点头哈腰，哎好嘞，推出一辆吊728大杠。赵铁生冲沈玉露点了下头，一把攥住车把冲二牛偏脑袋，走，哥带你吃大肉。两人推车大步出了供销社。中午12点，青山镇国营饭店闹哄哄的，满是劣质白酒和油烟味。两人大马金刀在一张空桌坐下，赵铁生冲嗑瓜子的胖服务员喊了一嗓子：同志点菜。胖服务员翻个白眼，看着这俩浑身脏血的乡下人，满脸不耐烦，嚷嚷啥没看正忙，带票了吗？就来吃。赵铁生
生不跟他废话，大步走到柜台，啪的把粮票和2张大团结拍在木头柜台上。10碗大肉面，全要富强粉擀的白面条，上面必须盖满红烧肉，多加猪油，肥的，干脆点钱票1分不少你的。胖服务员被震得一哆嗦，看着赵铁生凶神恶煞的眼神，吓得抓起钱票冲后厨杀猪般喊：10碗大肉面，宽汤重油多加肉。不到20分钟，10个比脸盆小不了多少的大海碗端上桌，浓郁猪油和红烧肉香瞬间炸开，雪白面条铺着厚厚滋滋冒油的五花肉，汤汁飘着金黄油花。对大半年没见油腥的二牛来说，这简直是龙肝凤髓。赵铁生把筷子一塞，二牛喉咙发出一声低吼，捧起海碗直接把脸埋进去，呼噜噜，这傻大个连嚼都不嚼，喉结狂滚，连汤带面加红烧肉像龙卷风往肚里吸。不到1分钟，一海碗连滴汤都没剩。他放下空碗，随手拿第2碗狂造。饭店食客全看傻了眼，直愣愣看着这人形野兽进食。赵铁生也端起1碗大口扒了，融合能力后身体像无底洞，滚烫肉汤下肚，浑身毛孔舒张，暖流游走全身，足干了2大碗，他才打了个饱嗝。二牛硬生生干光剩下8大碗，靠在长条凳上摸着滚圆肚皮，嘴上全是油光，咧嘴傻乐，眼泪都快感动出来了。吃饱了就起来干活，去粮站。赵铁生结账起身，两人推车直奔粮站和肉联厂门市部，有钱有票底气足。赵铁生看都不看粗粮，直接拍钱票。富强粉来200斤，装4个麻袋，板油肥肉片子来20斤，用草绳给我拴结实了。粮站工作人员眼睛都直了，这年头过年买10斤白面就算富户，这小子张嘴就是200斤纯白面，4个大麻袋白面和20斤肥肉，结结实实绑在28大杠后座和横梁上，车被压得嘎吱作响，轮胎瘪了一半。二牛推着，赵铁生把帆布包往肩上一挎。二牛吃了10碗肉面，浑身牛劲，双手攥车把推着200多斤的自行车，走在雪路像推空车一样轻松，兴奋的直哼哼。两人顶着风雪大步往大兴村赶，有了食物和钱，3天后还能拿现代零件。赵铁生眼神锐利，重活一世的开局硬是被他杀出血路。等复合弩做出来，深山值钱活物全是他囊中之物。30里山路，天擦黑，终于到了村头老榆树下。赵铁生眯起强化过的眼睛，瞳孔瞬间收缩。刚到村口，就看到孙大虎带着7、8个小青年，手里拎着棍子拦在了村道上。孙大虎换了条干净黑棉裤，右脚还不敢沾地，正靠在村口老榆树抽旱烟，身边站着7、8个村里的二流子、二狗和缠着破布的赖子也在，个个拎着镐把子、铁炉钩子，把村道堵得严严实实。天快黑了，端碗吃饭的村民一看这阵势，全往后缩，生怕见血。大虎哥，你看，二狗眼尖，一眼瞅见二牛推着那辆压得嘎吱作响的自行车。孙大虎吐了口烟圈，顺着看去，眼珠子瞬间瞪圆，烟卷啪嗒掉在雪窝子，4个鼓鼓囊囊的大麻袋，上面还用草绳死死绑着2大扇泛着白光的肥猪肉，足足20斤纯板油和肥膘，在这连棒子面都喝不饱的年月，这堆东西在孙大虎眼里比金山还荒野。早上的恐惧瞬间被巨大贪婪烧光，仗着带了7、8个好手，他腰板顿时硬了。赵铁生，你好大狗胆！孙大虎一瘸一拐上前，镐把子往地上一戳，嚎道：你一个穷绝户，从哪弄这么多白面肥肉？肯定是去镇上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角。几个二流子看着肥肉狂咽口水，跟着起哄，这绝对是黑市倒腾的赃物。赵铁生，你犯法了，赶紧把东西交出来，大队没收充公。孙大虎越说越兴奋，仿佛闻到红烧肉香，拿镐把子指着赵铁生鼻子，今天人赃俱获，识相的放下车跟我去大队认罪，要不然哥几个打你个半死，送去吃枪子儿。村民吓得大气不敢喘，大队干部的话就是天，扣个投机倒把的帽子这辈子就毁了。赵铁生停步，看着这群苍蝇般嗡嗡乱叫的杂碎，他连解释的兴致都没有，跟畜生讲道理，钱是太老实才家破人亡，这是他只信拳头和刀子。他转头看向身后的二牛，声音极其平静：二牛，中午那10碗大肉面吃得香不香？二牛一听肉面连连点头，嘴角咧到后脑勺，香就行。赵铁生眼神懵冷，一指孙大虎，这帮瘪犊子眼红了，想抢咱们的白面肥肉，让咱们以后再也吃不上肉，你说咋办？二牛的傻笑瞬间凝固，抢肉，在这傻大个简单世界里，吃饭最大，谁敢抢他的肉，就是不共戴天的死仇。二牛喉咙爆发出野猪王护食般的狂暴怒吼，震得树上积雪簌簌掉。他一把将200多斤的自行车靠在雪堆，杀猪刀都没把，赤手空拳迈开柱子般的粗腿，像辆失控的重型推土机，踩着飞溅雪块，照着孙大虎7、8个人硬生生撞过去。操，这傻子疯了，干他！孙大虎吓得大喊往后躲，几个二流子举着镐把子迎着二牛就砸，砰，咔嚓，手腕粗的镐把子结实砸在二牛宽后肩膀上，二牛连晃都没晃，硬木镐把子反而被震断2截。他劈柴挑粪练出的一身腱子肉，加上10碗肉面的能量，比铁板还硬。没等那人回神，二牛蒲扇大的巴掌已经扇来，啪一声脆响，那人像破麻袋直接被扇飞2米多，一头扎进雪窝子，满嘴牙混着血喷了一地，当场昏死。紧接着，二牛反手薅住另一个青年的衣领，拔萝卜一样单手拎起，狠狠砸在旁边人身上，砰砰砰，拳拳到肉的闷响不断。这是场毫无悬念的单方面碾压，二牛根本不需要招式，全凭护食蛮力和变态抗击打能力横冲直撞，左一拳右一脚，挨上一下的没一个能站着喘气。不到1分钟，7、8个平时横行霸道的二流子全躺在雪地，捂着肚子，断胳膊断腿，哀嚎打滚，鲜血黑泥糊满脸。孙大虎彻底傻眼，做梦也没想到任人打骂的傻子变成了吃人凶兽。他看着满地打滚的小弟，冷汗浸透后背，转头就想跑，刚转身，眼前黑影一闪，融合猞猁极限敏捷的赵铁生，快得让人看不清动作。赵铁生鬼魅般瞬间跨过5、6米，出现在孙大虎面前。赵铁生冷笑着问：想去哪啊，大排长？他右膝猛往上一抬，一记凶狠顶膝结实撞在孙大虎肚子上。孙大虎眼珠子猛突，棒子面混着酸水直接喷出，他整个身子虾米般剧烈痉挛，扑通一声跪在赵铁生面前。赵铁生根本没停手，左手一把薅住孙大虎头发，将脸死死按在地上。他抬起右脚重重踩在孙大虎侧脸上，咯吱一声响，冻硬的烂泥冰碴直接嵌进孙大虎皮肉，疼得他发出杀猪般惨叫。孙大虎趴在雪水拼命求饶，
逃，喊着铁生哥铁生爷我错了，我嘴贱。他说粮我不缴了，肉也不缴了，饶了我吧。赵铁生脚下加力，撵得孙大虎半边脸鲜血淋漓。他抬头，极其冷厉的目光扫过探头看热闹的村民，村民对上眼神，全吓得哆嗦低头不敢对视。赵铁生的声音在寒风中传出很远，透着不容违逆的狂霸之气。他说全村人都听好了，我以前是软蛋，但我死过一回了，往后谁敢伸爪子动我们老赵家的东西，我就剁了谁。大队要觉得我投机倒把，尽管报警抓我，但在警察来前，谁他妈敢踏进我家院子半步，这满地的血就是他的下场。说完，赵铁生一脚将孙大虎像踢死狗一样踢进路边深沟。赵铁生喊二牛推车回家，看都没看哀嚎的孙大虎，转身大步朝家走。二牛嘿嘿傻笑，在衣服擦血，扶起满载的自行车，雄赳赳跟在后面。人群自动分开一条极其宽敞的道，看着赵铁生像在看杀神，再没人敢提半个抢字。推开破败院门，老赵头正趴窗户跟急得满头大汗，以为儿子被扣了，却见赵铁生领着二牛推着像小山的物资进来。老赵头问铁生啊，你去抢供销社了？他看着4个麻袋白面和整整20斤大肥肉，眼珠子快瞪出来。赵铁生说这是拿深山大货换的，没多解释。他招呼二牛把白面扛进屋，靠墙码成小山。外屋地砸烂的泥炉子已被老赵头勉强用黄泥糊好。赵铁生掏出短猎刀，直接割下5斤带厚脂肪的五花肉和板油。他喊二牛生火，今天敞开吃。冷锅凉油下肥膘，伴着破铁锅升温，雪白猪板油迅速融化，发出滋啦滋啦极其悦耳的声响。一股浓烈化不开的猪油香飘满院子，馋得邻居直咽口水，却没人敢来敲门。猪油熬好，把切成麻酱块的带皮五花肉倒进大火爆炒，煸出油脂，倒酱油加干野葱节，盖锅盖小火慢炖，不到半个钟头，一锅色泽红亮、肉皮晶莹剔透的红烧肉出了锅。晚上，赵家铁锅炖着滋滋冒油的红烧肉，全家人吃上了重活仪式的第一顿饱饭。老赵头靠在炕头被垛上，捧着粗瓷大碗，尖尖的富强粉白米饭浇着浓稠肉汤，上面盖着4、5块烂糊的大肥肉。他夹起一块入口即化，满嘴冒油，嚼着嚼着眼泪就吧嗒吧嗒掉进了碗里。老赵头问铁生啊，爹不是做梦吧？咱家这辈子还能吃上这么敞亮的饭菜？赵铁生蹲在灶坑边，端着海碗扒拉的飞快。他说爹吃你的肉，以后顿顿这标准，没人能再骑在咱老赵家脖子上拉屎。旁边的二牛根本没空说话，面前小盆装了足足3斤红烧肉拌饭。这傻大个像个无情绞肉机，连嚼都不嚼，呼噜呼噜往肚里倒。他吃得满头大汗，牛眼贼亮。这一顿把赵铁生身体的亏空全补了回来，融合了野猪和猞猁的体能，他胃口惊人，高热量肥肉和碳水下肚，迅速转化成狂暴力量，滋养着每一块肌肉。接下来的3天，大兴村出奇安静。孙大虎被顶废了半条命，在家装死，连屁都不敢放。那7、8个被干断骨头的二流子也老实躺尸。全村人都看明白了，现在的赵铁生就是个不要命的活阎王，谁沾谁死。赵铁生没闲着，带二牛劈满一院子柴。他用砍柴刀和锉刀把一根极其坚硬的百年老榆木掏出个粗糙弩身，又把那把牛角拓木弓拆了，截取弹性最强最猛的2端，打磨成2根弩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第3天晌午，天上刮着干冷西北风，刺耳的发动机轰鸣突然打破宁静。一辆绿色 BJ212吉普车碾着积雪烂泥，极其嚣张开进村。这年头连自行车都是稀罕物，军用吉普进村简直像外星飞碟落地，把全村老少全炸了出来。吉普车一路开到赵家破院门前刹住，穿绿大衣的平头退伍兵跳下车，一言不发从后座拖出沉甸甸的木箱，砰的一声砸在院中磨盘上。赵铁生正坐门槛上打磨木件，抬眼看去，平头保镖说沈干事说了，你要的东西全在里面，这买卖2清了。他忌惮的扫了眼像半截黑塔的二牛，转身上车，一脚油门扬长而去。赵铁生大步走到磨盘前，拿短猎刀一把撬开木箱，扒开防震干草，3样泛着冰冷金属光泽的物件露出来，2组精密航空铝材滑轮，巴掌大，轴承抹着润滑油，转动没丁点杂音，一卷油纸包着的军用高强度钢丝弦，韧性恐怖，拿刀砍都未必留白印。最底下是个散发浓烈枪油味的黑色圆筒，纯正的苏式4倍光学瞄准镜，镜片清澈见底，带10字分划线。赵铁生眼中爆出金光，嘴角扯出凶狠弧度，说了声好东西。有这3样核心部件，长白山里的活物被他盯上绝对跑不掉。赵铁生喊二牛生火架铁针子，1秒不耽搁直接开干。他搬出老榆木弩身，用铁片螺丝把牛角弩臂死死固定在前端，接着拿起锉刀铁锤，在铁针上把一块废铁片烧红断打，硬生生砸出个极其厚实的滚轮式扳机和挂弦钩。赵铁生喊把滑轮给我安上，2人合力将航空滑轮极牢固的铆钉在弩臂2端。最要命的步骤来了，上弦。这不是普通麻绳，是军用钢丝弦，加上弩臂的恐怖磅数，不用点手段根本挂不上弦。赵铁生喊二牛压住左边，往死里压。他把钢丝弦一头穿过滑轮，死死固定。二牛浑身肌肉暴起，庞大身躯直接压住左侧弩臂，伴着令人牙酸的木头形变声。赵铁生双手抓弦，双腿猛蹬磨盘，腰背发力，硬生生将钢丝弦绕过右侧滑轮，扣进挂弦钩。咔嗒一声清脆金属咬合，一把造型粗犷却透着致命现代工业暴力美学的重型滑轮复合弩彻底成型。赵铁生端起20多斤重的杀器，有滑轮组卸力，原本需150磅力量拉开的重弩，挂满弦扳机受力不到30磅，但一旦激发，那恐怖动能会瞬间射穿成年黑瞎子的头骨。最后，他用铁丝和破皮子将4倍光学瞄准镜死死绑在弩身后半截，单眼贴上瞄准镜，4倍放大下，50米外院墙上的麻雀羽毛都一清二楚。就在赵铁生满意抚摸钢丝弦时，院外传来杂乱脚步和叫骂，有人喊赵铁生给我滚出来。破木门被极其嚣张的一脚踹开，大队书记孙彪穿着新黑呢子大衣，背着手迈着4方步晃悠进来，身后跟着5、6个背老套筒的民兵，领头的是质保主任王宝库。孙彪刚开会回村，听说儿子被打断肋骨，又听说赵铁生发横财拉回几百斤白面大肉，刚才甚至有军区吉普送东西。在大兴村他就是土皇帝，谁家有油水必须过他的手。一眼瞅见门帘下的大半袋富强粉和房檐下冻硬的10几斤肥肉，孙彪的耗子眼瞬间亮得发绿。孙彪打官腔指着赵
铁生鼻子骂，说大雪封山全村挨饿，你倒一个人吃香喝辣，哪来的钱票？刚才吉普给你送的啥反动玩意？大队怀疑你投机倒把挖集体墙角，赶紧把物资全交大队充公，要不然今天这事没完。王宝库端起老套筒帮腔，说听见没？孙书记发话了，别以为打架厉害就能翻天，你横得过大队枪杆子，老实点。院里瞬间剑拔弩张，二牛怒吼一声，抽出杀猪刀。赵铁生极其平静，拍拍二牛肩膀示意退后。他连站都没站，大马金刀坐在磨盘上。赵铁生声音冷得像冰窖石头，说孙书记想分一杯羹，直说就是了，扣那么大帽子干啥？孙彪冷笑说算你小子识相，白面和肉交出来，刚才箱子里的东西拿来我检查，大虎的医药费拿100块，这是我拍板就算过了。赵铁生扯出嘲弄冷笑，说你拍板。随手从地上捡起根前端包着锋利白铁皮的粗硬木剑，他将重剑直接压进滑轮腹和弩箭槽，手指自然搭在滚轮扳机上，缓缓举起这把造型怪异极具压迫感的重弩，剑簇直指孙彪的脸。孙彪吓得脸肉一哆嗦，喊赵铁生你想干啥？造反啊！王宝库也慌了，赶紧拉动老套筒枪栓，但赵铁生根本没给他们废话时间，融合射力的超级动态视力瞬间锁定目标，手指猛地扣下扳机，嗡的一声，没有火药轰鸣，只有空气被瞬间撕裂的恐怖爆鸣。军用钢丝弦和航空滑轮释放的动能堪比微声冲锋枪。孙彪只觉黑影一闪，一股凌厉钢风贴着裤裆飙过，风压直接撕裂了他黑呢大衣的下摆，堵的一声巨响，那根白铁皮木剑以恐怖速度不偏不倚射中孙彪两脚间那道10公分厚的老硬木门槛，巨大动能瞬间爆发，铁皮剑径直接贯穿后视门槛，箭头深深没入冻土，剑尾木茬承受不住恐怖力量，直接炸成无数尖锐木刺，整个门槛当场震裂出一条大缝。院里死一般寂静，所有人全傻了。王宝库的老套筒差点掉地上，眼珠瞪溜圆。大队威力最大的56半自动近距离打老硬木，也就是留个窟窿，这怪玩意竟直接穿透了。孙彪僵在原地，像个木头桩子一动不敢动。2秒后，一股浓烈尿骚味顺着裤腿流下，在雪地砸出冒热气的黄坑。他双腿疯狂打摆子，刚才手只要抬高半寸，肚子就得开个透明血窟窿。赵铁生坐在磨盘上，冷冷吐出一个字，说带上你的人滚，看都懒得看这群废物。孙彪哪还敢放半个狠屁，像见鬼一样嗷的一声惨叫，连滚带爬往外跑，连血跑掉一只都顾不上捡。王宝库等民兵更是屁滚尿流，跟着挤出院门，一溜烟跑没影。书记灰溜溜离开。赵铁生拔出嵌在门槛里的弩箭，抬头看向深山方向，说家伙是齐了，该去弄点真值钱的大货了。手里这根硬木剑，剑尾承受不住恐怖爆发力，彻底炸成木纤维。赵铁生随手把废剑扔进灶坑，滑轮复合弩动能太大，普通木头不行，必须上重火力。他喊二牛把角落盖房剩下的废钢筋扒拉出来，顺便拿铁锤。接下来2天，赵家院子叮当打铁声没断过，炉火烧得极旺。赵铁生把粗钢筋烧红放铁砧上，二牛抡大铁锤猛砸。这傻大个现在顿顿富强粉白馒头和肥猪肉，一身牛劲简直要溢出，一锤下去火星四溅，硬生生把粗钢筋砸成手指粗细的钢棍。赵铁生拿锉刀做磨盘上精修，钢棍一头削出锋利3棱破甲箭头，另一头用烧红铁丝焊2片薄铁皮做尾翼。整整2天，他做出10根纯钢重型穿甲剑，每根半斤重，拿在手里沉甸甸透着隐血煞气。这玩意配军用钢丝弦复合弩，别说野猪，装甲车铁皮都能砸个坑。就在赵铁生闷头造杀气时，大兴村大队部却彻底炸锅。孙彪那天被一件吓尿裤子灰溜溜回家，越想越憋屈。堂堂土皇帝被软蛋踩脚底拉屎，传到公社脸往哪搁？最让他眼红的是赵铁生家几百斤白面和肥肉。孙彪猛拍桌子，冲治保主任王宝库和10几个东列队民兵破口大骂：妈的，他赵铁生不就运气好碰见头瞎眼野猪吗？孙彪说一个毛没长齐的小兔崽子拿破木头都能弄回大肉，咱们端着50-60半自动，背着老套筒还比不上他。王宝库咽口唾沫，大着胆子说：孙书记，不是咱们不行，是大雪封山外围没猎物，想打大货得进深山，可黑松林。孙彪眼珠通红，像输急眼的赌徒，说去他妈的黑松林，咱们去死谷。死谷是个葫芦口，3面环山，雪又深，把野兽堵里头插翅难飞。今天老子亲自带队带上所有子弹，10几杆枪，就不信弄不回几头猪。打到肉全大队分，看谁还敢服他赵铁生。被孙彪一煽动，加上吃不饱饭，东列队汉子们也红了眼。当天下午，孙彪亲自端双筒猎枪，带王宝库和15个全副武装的民兵，牵着5条猎狗浩浩荡荡扎进大雪山。2天后的正午，村民正揣手在墙根晒太阳，突然村口土路跌跌撞撞冲出个浑身是血的人影，是东列队的豁牙子，狗皮帽子早没了，黑棉袄撕成布条，左胳膊诡异扭曲，脸上全是冻结时的血乎乎。豁牙子刚进村口，双腿一软，扑通跪在雪地，扯着漏风嗓子凄厉惨叫：救命啊，死人了，全完了！全村人惊动围上去。孙彪老婆胖婶正端尿盆出来，一看这正是盆哐当掉地，连滚带爬扑去揪住豁牙子领子狂晃。胖婶问咋就你一人回来了？我家老孙呢？豁牙子剧烈打摆子，眼神惊恐到极点，仿佛看见恶鬼，说猪炮卵子，成群的炮卵子全在死谷。刚进死谷就碰上4头成年大野猪，那根本不是猪，是装甲车。他们常年在松树蹭松油，又在泥浆打滚，冬天冻结时皮比铁板还厚。豁牙子边哭边嚎，宝库叔的5、6式打上去，只在猪皮崩出白点子。畜生被激怒红了眼，见人就挑，5条狗一个照面被踩成肉泥。老七肚子被獠牙豁开，肠子流一地。孙书记腿折了，宝库叔他们被困在冰崖底下，眼瞅要被活活吃绝。我是装死才滚出来的，像颗炸雷在人群炸开，4头子弹打不穿的成年大野猪，队伍困死谷，死伤惨重。胖婶一听孙彪腿折被困，两眼一黑，瘫坐雪地拍大腿，嚎啕大哭：天杀的啊，谁去救救我家老孙啊！村民全吓得后退，拿真家伙的列队都全军覆没。他们拿锄头铁锹去给野猪送点心吗？大队没人了，全村壮劳力都在死谷，人群绝望喊了一嗓子。胖婶猛止住哭，像抓住救命稻草，浑身一激灵，死死盯向村东头老赵家。对，全村唯一能赤手空拳弄死野猪和大猞猁的，只有赵铁生。胖婶疯了一样爬起，顾不上脸上泥水，迈开粗腿，
跌跌撞撞朝赵家狂奔。他拼命砸破院门，声音嘶哑劈叉：“铁生，赵铁生，婶子求你了，开门啊！”门内没回应。胖婶急了，一头撞开半掩的木门，扑进院子。磨盘上，赵铁生穿着透出崭新羊毛的新大衣，坐木桩上，端着那把狂野恐怖的滑轮复合弩，正拿沾枪油的破布面无表情擦拭纯钢破甲剑。旁边二牛坐劈好的木棒子上，捧着比脸大的纯白面馒头狂啃，嘴角全是面渣。这俩人仿佛跟外面绝望的村子处在两个世界。胖婶扑通跪在赵铁生面前，雪地。平日在村里仗势欺人，看赵铁生像看狗的他，此刻满脸鼻涕眼泪，毫不犹豫把头狠狠磕在冻结实的冰面上，连磕仨响头，额头瞬间见血。胖婶说：“铁生，千错万错是孙叔和大虎的错，我们是畜生，求你大发慈悲救救你孙叔，10几条人命全被困死骨，去晚了全被嚼成骨头渣子了。”胖婶哭得撕心裂肺，想去抱大腿。赵铁生极其嫌恶，往旁一闪，穿着军靴的脚直接踩在胖婶手背，滚开！他声音没一丝温度，冷得像死骨的冰溜子。大队死活关我屁事，孙彪自己找死是活该。前几天带人堵我门抢我粮，怎么没见你们大发慈悲？胖婶顾不上手背剧痛，拼命仰头颤声说：“铁生，只要你出山救人，要啥都给，工分、钱、粮，只要老孙活着回来，大虎老孙欠你的，我做牛做马都还。”赵铁生停止擦钢剑，深邃眼睛盯着丧家犬般的胖婶。救孙彪，他巴不得这老狗被活嚼，但他看中的是东列队的指挥权，以及死谷里那4头极品大野猪，那可是能力强化援和巨款。孙彪把列队带进绝境，只要他赵铁生出面摆平，往后这大兴村的枪杆子和进山话语权就彻底捏在他一人手里，谁敢不服？赵铁生将半斤重的纯钢破甲剑咔嗒压进剑槽，拇指拨开沉重的金属保险锁，背上复合弩，腰挂砍山刀，冲还在啃馒头的二牛一招手：“走，进山收过路费去。”二牛一口闷下馒头，噎得翻白眼，硬咽了下去。他抽出杀猪刀往袖口一蹭，像座移动铁塔，大步跟在赵铁生身后冲出院子。死谷离村20里，这地方地形极其缺德，两边是陡峭石崖，越往里越窄，最深处是死冰坡，活脱脱一个倒扣的葫芦。平时野兽都不进，可一旦被赶进去，那就是瓮中之鳖。孙彪想把猪群堵死，结果反倒成了人家的口粮。赵铁生两人的速度极快，融合了猞猁敏捷与野猪耐力的赵铁生，在极稀深的雪里狂奔，身形如灰色鬼魅。二牛则像重型推土机，硬生生趟出一条雪沟。不到50分钟，两人就摸到了死谷崖顶。刚爬上崖顶，赵铁生强化过的听觉就捕捉到了谷底的惨状，步枪点射声、双筒猎枪轰鸣声，夹杂着庞然大物的狂暴嘶吼。孙彪绝望嘶嚎，声音里全是剧痛，说打他的眼皮太厚了，子弹打不透。王宝库哭腔震天，说书记打不准啊，这畜生跑太快了。赵铁生趴在崖顶，嘴角挂着冷潮，他微探出头，俯视下方。二牛看了一眼，也倒吸凉气。谷底雪地已被染成暗红，5条猎犬成了肉泥，长肚子甩了一地，雪地上横着4、5个民兵，有的肚子被豁开，正在血泊里抽搐。孙彪右腿以恐怖角度扭曲，白骨茬刺穿棉裤，瘫在冰壁下等死。王宝库带几个发抖的民兵守着最后一道防线，前方30米，4头成年大野猪正喷着白气，眼珠猩红，领头的野猪王体长近2米，半尺长的獠牙挂着碎肉肠子。这种老炮卵子常年蹭松油打滚，皮上裹着几层松脂泥甲，冬天一冻比石头还硬，简直就是天然铠甲。王宝库瞄准野猪肩膀扣下扳机，砰的一声，子弹打在泥甲上，竟只崩飞一块泥皮，弹头由于角度不对，直接被弹开，在石壁上蹭出火星。这头300斤的野猪王不仅没退，反而被剧痛击出了风信。野猪王咆哮震天，嗷吼一声，前蹄跑雪低头俯冲，带起漫天雪雾直撞人群。王宝库彻底崩溃，喊了声完了，枪一扔，跪在雪地等死。孙彪更是无眼尖叫，裤裆瞬间湿了大片。千钧一发之际，崖顶之上，赵铁生极其沉稳的单膝跪地，他那双鹰眼通过4倍瞄准镜的十字线，死死锁定了野猪王的眉心。这把20斤重的滑轮重弩被他端得纹丝不动，打身子皮太厚，他根本不碰硬骨头。他准备用那根半斤重的纯钢破甲剑，直接给这畜生开脑洞。赵铁生冷酷吐字，说了声收过路费了，食指扣下铁扳机，嗡的一声，沉闷刺耳的爆鸣，钢丝弦释放出狂暴动能，纯钢破甲剑化作黑色死亡闪电，瞬间撕裂30米空域，扑哧咔嚓，重锤砸烂西瓜般的骨裂声炸响，半斤重的钢剑毫无阻碍，残暴贯穿野猪王坚硬头骨，箭头绞碎脑浆，带着红白污物从后脑透出，硬生生钉入后方洞土，一剑穿脑。庞大猪尸借着惯性离出深长血沟，2根獠牙停在王宝库喉咙前不到半尺，轰然倒地。领头野猪毙命，剩下的野猪红了眼，掉头朝着崖顶的赵铁生和二牛疯狂撞去。死谷崖顶侧面有条陡峭雪坡直通谷底，3头大野猪亲眼看着头猪被爆头，彻底狂暴。他们在雪地疯狂刨蹄，掀起雪雾，像3辆重型坦克轰隆隆往上碾。300多斤的庞然大物带着恐怖冲刺惯性，大腿粗的松树都能当场撞断。二牛喊了声铁生哥俺来，傻大个根本不知道怕，牛眼血红爆发狂吼，他竟把杀猪刀插在雪地，双腿岔开像尊黑铁塔，死死扎在雪坡边缘，张开比常人大腿还粗的胳膊，迎着野猪就扑上去。轰的一声，沉闷肉体撞击声，野猪那副满泥甲的硬脑袋结结实实撞在二牛胸膛，巨大冲击力把二牛200多斤的身躯撞得平移，破胶鞋在冻土离出半米深的沟，但二牛死咬着牙，额头青筋暴起，蒲扇大的双手像液压铁钳，死死掐住野猪脖子，硬靠变态蛮力将300多斤的巨兽生生顶在原地。野猪疯狂甩头，嗷嗷乱叫，白森森的獠牙拼命想挑破二牛肚子，却被铁壁死死压制，只能在半空绝望乱滚。赵铁生喊了声干得漂亮，没给复合弩上弦，近身搏命，重弩施展不开，他果断扔弩，右手闪电拔出短猎刀，借着猞猁敏捷，他犹如凶残雪豹，脚尖点地凌空跃起，直扑野猪侧面。野猪脖子虽有泥甲，但下巴底下那条窄缝是全身唯一的软肋。赵铁生眼神冰冷，左手死死薅住野猪硬鬃毛，右手握刀顺着软肋缝隙用尽全力狠拉捅入，猛地往外一拉，扑哧一声，刺耳皮革撕裂声，半尺刀刃精准切断粗壮颈动脉，滚
滚烫猪血高压水枪般滋啦喷射2米多高，化作血雨瞬间染红积雪。大野猪发出凄厉惨嚎，浑身力气被抽干，庞大身躯剧烈抽搐，2下轰然瘫倒，四蹄神经性乱蹬。就在野猪断气瞬间，赵铁生视网膜闪过血红文字提示：击杀目标成年野生大野猪，获取猎物能力反馈，厚皮狂暴体能。文字消散，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热流如火山在心脏轰然炸开，这股力量比击杀野猪仔和猞猁猛烈10倍，血液沸腾，热流狂暴冲刷每寸肌肉骨骼，嘎巴嘎巴，骨骼爆鸣中，肌肉密度恐怖暴涨，原本单薄的身躯像充了气，肌肉块块隆起，硬生生撑紧破衣。更震撼的是皮肤在厚皮改造下变得犹如老牛皮般坚韧，透着刀枪不入的强悍质感，这才是真正的深山霸主体魄。此时，另外2头红眼大野猪已顺血坡狂冲上来，其中一头张着血盆大口，尖锐獠牙带着破空声狠毒挑向赵铁生大腿。换做以前绝对躲不开，大腿必被豁开，但现在赵铁生凶光爆射，不退反进，他喊了声找死，狂暴迎着野猪撞去，撕拉一声，锋利獠牙狠狠划过大腿外侧，瞬间撕裂黑棉裤。但震撼一幕发生，足以开膛破肚的獠牙划破皮肉时，竟发出沉闷摩擦声，经过厚皮强化的皮肤硬生生扛住了切割，大腿仅留下一道白印，连滴血都没出。感受着永远用不完的狂暴体能，赵铁生彻底放开手脚，他左手粗暴攥住野猪刺来的獠牙，恐怖力量爆发，伴着怒吼，他竟单手发力，硬生生将近300斤的大野猪在雪地掀翻半个身子，趁野猪失去平衡，右手短猎刀带着残暴破空声顺前胸精准捅入，直穿心脏，噗的一声，第2头野猪当场毙命。另一边缓过劲的二牛拔出杀猪刀，这傻大个浑身浴血像地狱恶鬼，凶悍骑在最后一头野猪背上，左手死死薅住猪耳，右手杀猪刀像剁肉线一样疯狂剁在脖子上，不到10秒，最后一头大野猪半个脖子被硬生生剁碎，轰然倒地，崖顶彻底安静，只剩粗重喘息和刺鼻血腥。谷底，王宝库、孙彪和剩下活着的东猎队汉子全像被雷劈了，死盯着崖顶这不可思议的一幕。2个人一把刀，在狭窄崖顶硬生生把3头步枪都打不穿的深山炮卵子给屠了，这简直是2头披着人皮的洪荒猛兽，尤其是浑身是血提着猎刀的赵铁生，此刻在他们眼里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杀神。赵铁生说了声走，下去收尸，在猪皮上随意蹭干刀血，捡起复合弩，顺着血坡平稳滑到谷底。二牛拎着滴血杀猪刀雄赳赳跟在后面，刚落地，尿骚味和血腥扑面而来，民兵尸体横七竖八，肠子流一地。拿真枪的东猎队全哆嗦缩在冰崖下，充满极度恐惧。靠冰壁的孙彪断腿疼得满头大汗，强挤难看惨笑哆嗦头。铁生啊，好样儿的，你真是咱村的活菩萨，孙叔这条老命算你救下的，回村大队绝对重重赏你。赏我？赵铁生嘲弄冷笑，居高临下俯视这土皇帝，突然抬起硬底军靴，极其残忍的一脚踩在孙彪断腿的膝盖骨旁。孙彪发出杀猪般凄厉惨叫，眼珠快瞪凸出来，疼得在雪地剧烈抽搐打滚。赵铁生眼神冰冷，说闭上臭嘴，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赏我？你把人带进死谷，害死这么多命，这笔账回村自己跟孤儿寡母算。我现在要干活，谁再敢放半个屁，直接喂狼。东猎队汉子吓得一哆嗦，王宝库死死捂嘴，生怕惹怒这煞星。赵铁生大步走向被一剑爆头的野猪王，这才是真值钱的大货。79年老野猪的肉不值钱，真正让省城老板抢破头的是猪胆，年份越久药效越猛，黑市价能跟熊胆拼。赵铁生短猎刀灵巧一番，顺着梅尼甲的肚皮呲拉划开大口，眉头不皱，伸手进腥臭冒热气的内脏，精准摸到暗黑色硕大猪胆，手起刀落，成人拳头大的极品野猪胆完整摘下，破布包好塞进帆布包，随后又上崖顶如法炮制，将另外3头猪胆全掏出。收完猪胆，目光落在那几根白森森的獠牙上，这玩意能做骨雕，打磨箭头更锋利。赵铁生喊二牛，把獠牙全给我砸下来，快点！二牛抡起地上破斧头粗暴砸野猪下巴，3下5除2把8根粗壮獠牙全卸下。整个包取过程，赵铁生完全当大兴村东猎队是空气，霸占了最值钱的部位，连根猪毛都没打算分。收拾完一切，赵铁生把鼓囊囊的帆布包往肩上一挎，转过身，极其冷厉的目光缓缓扫过全场。赵铁生说，从今天起，大兴村进山的规矩我赵铁生来定。声音不大，却透着狂霸恐怖的威压。村里的枪、猎狗、东猎队指挥权全归我管，我让你们往东就得往东，我让你们吃肉才有资格喝汤。赵铁生猛一脚踢开沾血的老套筒，声音如炸雷在谷底回荡。谁要不服，现在站出来，我手里这把刀保证给他个痛快。死谷之内寒风呼啸，看着满地血腥和气势骇人的赵铁生，东猎队的汉子们全低下头，连个屁都不敢放。死谷里除了风声和血腥味，静得可怕。压抑的死寂中，冰崖底传出刺耳喷水声。王宝库突然撕心裂肺嚎叫，喊铁生哥救命了，柱子不行了。他跪在个年轻民兵旁，双手死死捂住他的大腿根，但根本没用。滚烫鲜血像高压水泵顺着指缝滋啦滋啦狂喷，瞬间在白雪上融出触目惊心的红窟窿。叫柱子的民兵脸色惨白，浑身打摆子，只有进气没出气。刚才他跑慢一步，被野猪王獠牙在大腿内侧豁开了深可见骨的口子。旁边老猎户瘫在地上绝望摇头，说大动脉断了，没救了，10分钟人就抽干，离卫生院大几十里，大罗神仙也保不住。柱子才19岁，家里就指望他。王宝库急得满头大汗，抓起脏血破布拼命往血窟窿塞。赵铁生大步走去，一脚踹翻王宝库，说滚开，想让他死得快点就继续塞。他蹲下锐利扫了眼柱子皮肉外翻喷血的大腿根，断裂的粗大血管还在随着微弱心跳往外飙血，这情况立刻缝合都未必来得及，马上就要失血休克暴毙。孙彪靠在冰壁强忍断腿剧痛冷笑，说赵铁生你再能打有啥用，能起死回生，这小子死定了，咱们全队今天都得折折。赵铁生轻蔑瞥他一眼，说老东西你死了他都死不了，起身没管柱子，转头看向死谷最深处那面镜子般光滑高耸入云的垂直冰瀑崖壁。前世他在老林子摸爬滚打，脑子里装着无数老猎王保命经验，这种极寒深谷最容易生出极品吊命老药。赵铁生微眯眼，极限视觉发威，目光穿透雪粉锁定陡峭
垂直冰壁，在离地40多米的半空，一块突出岩石缝里结着厚厚悬冰，悬冰夹缝中隐约透出抹羊脂玉般的红白色微光。赵铁生嘴角勾起狂热弧度，含雪灵芝，没错了，绝对是年份极高的野生雪灵芝。这玩意生长条件苛刻，体内蕴含恐怖药力，对外伤大出血有起死回生的止血奇效。肚子被剖开，嚼碎敷上也能把人拉回鬼门关。赵铁生喊二牛看好这帮废物，敢乱动直接剁了。卸下沉重负荷弩扔给二牛，走到一具被踩烂胸腔的民兵尸体旁，扯下腰带上的军绿皮套，真的抽出把带3道深血槽，泛着寒光的56式3棱军刺。这纯钢真家伙穿透力恐怖，他用皮带将军刺牢牢绑在右大腿，脱下碍事大衣，只穿单薄粗布褂子，大步走向镜面般的垂直冰崖。王宝库眼珠快瞪出来，喊铁生哥干啥去？上面全是冰没落脚点，爬不上去的。这冰崖高达100米，近乎90度垂直，崖壁全是冻结时的坚硬蓝冰，猴子上去都得摔成肉泥。没专业设备徒手攀爬，跟自杀没区别。赵铁生根本不废话，深吸一口刺骨空气，心脏狂暴跳动，狂暴体能瞬间激活，犹如大马力柴油机轰然运转，粗壮血管像青蛇在胳膊抱起。赵铁生低吼一声起，双腿猛蹬地面，犹如凶猛雪豹窜起2米多，狠扑向垂直冰壁，头皮发麻的巨响。他不找缝隙，粗暴挥出右拳，夹杂厚皮和恐怖力量的拳头狠辣砸在蓝冰崖壁，冰屑炸弹般四溅，比石头硬的万年悬冰竟被硬生生砸出半全身的窟窿，手指野蛮抠进满是冰凌的窟窿，死扣冰层，有厚皮防御，锋利碎冰根本割不破皮肤，一滴血没流。紧接着砰又一巨响，左脚狂暴踹在下方冰壁，硬橡胶鞋底踹碎冰层，硬生生在垂直崖面踩出落脚点，底下10几个汉子全看傻，下巴快掉雪地。这辈子没见过这种不讲理的攀岩，不找借力点，靠肉拳蛮力在坚冰砸出一条路，这简直是人形打桩机。沉闷砸冰声不断回荡，赵铁生贴在垂直冰崖，每次挥拳蹬腿都伴随大冰块坠落。他速度极快，融合射力敏捷，在险恶绝壁如履平地，灵活扭动，发力拔高，完全无视地心引力。10米、20米、30米，越往上冷风越凌厉，刀子般的风加血凶狠抽在单薄褂子上，但这根本挡不住体内沸腾的狂暴体能。就在巨雪灵芝剩不到10米时，上方天空毫无征兆暗下，一团恐怖庞大阴影如乌云瞬间遮蔽阳光，穿透灵魂，带无尽凶煞威压的音效从9天炸落，震得崖壁积雪簌簌发抖。赵铁生敏锐捕捉到头顶破空声，猛抬头，绝壁最上方，一头体型庞大到窒息的猛禽狂暴收拢双翼，犹如出膛重磅导弹，头朝下带着撕裂空气的刺耳呼啸疯狂俯冲。海东青，长白山真正的天空霸主，万鹰之神。这只成年海东青体长1米多，展翼超2米，一身华丽纯白羽毛风中猎猎作响，金色探照灯般的锐利鹰眼死锁赵铁生。在他看来，这爬虫就是活体点心，太快了，俯冲极限时速超300公里，从鸣叫到钢铁般身躯逼近头顶，不到2秒，巨大风压如无形强残暴压在后背，压得紧贴冰壁的身体发出沉闷骨骼摩擦声，空气弥漫着常年撕碎猎物的血腥鸟粪味。谷底二牛仰着脖子焦急狂吼，让赵铁生小心头顶。在几十米垂直绝壁上，赵铁生双手抠冰窟窿，双脚踩脆弱冰岩，重心全靠4点支撑，避无可避，毫无闪躲空间。这要被鹰爪抓透后背扯出绝壁，绝对摔成烂肉。狂风撕裂，尖锐破空声已到脑后，恐怖重力加速度带着2只粗壮金色鹰爪，犹如10把锋利剔骨刀，狠辣抓向赵铁生后脑脖梗。生死瞬间，鹰爪近在咫尺，赵铁生猛松开一只手，身子半空诡异一扭，拔出了大腿上的军刺。此时赵铁生悬在40多米高的垂直冰壁上，全靠左手3根手指抠着冰窟窿，死死支撑全身重量。头顶那头展翼2米多的成年海东青，正带着每小时300公里的恐怖时速狂暴砸下，躲不开，那就硬碰硬。海东青金刚般的粗壮利爪，狠辣抓在赵铁生扭转的左肩上，巨大重力加速度配合锋利爪尖，瞬间撕裂单薄的粗布褂子。哪怕有野猪的厚皮防御，在天空霸主的动能面前也被硬生生破防。3道深可见肉的血槽瞬间在肩膀炸开，滚烫鲜血刷的飙出，洒在洁白冰壁上，触目惊心。但借着这拼伤换来的极小空档，赵铁生拔出3棱军刺的右手自下而上，迎着海东青雪白的胸膛狠狠捅了进去，没有丝毫花哨，全凭一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狂暴狠劲。半空炸响清脆的骨裂声，56式3棱军刺那恐怖的穿透力，毫无阻碍地捅碎了海东青坚硬的胸骨，伴随赵铁生手臂力量爆发，半尺长军刺带着3道血槽，整根没入天空霸主的心脏。海东青发出破锣般的凄厉惨叫，透着凶煞的金色瞳孔瞬间涣散，狂暴的俯冲惯性带着庞大猛禽重重撞在赵铁生胸口。赵铁生气血翻涌，抠在冰壁的左手传来肌肉撕裂的剧痛，但他死咬牙关，狂暴体能瞬间全集中在左臂，硬生生抗住这致命一撞，没被扯下深渊。他右手猛抽军刺，抬起右脚粗暴踹在海东青尸体上。这头长白山老林子的万鹰之神，就像个破麻袋一样夹着带血白羽，从绝壁直坠而下，砰的砸在谷底二牛脚边的雪堆里，砸出大坑。就在海东青咽气瞬间，赵铁生视网膜直接浮现系统文字提示：击杀目标成年海东青，获取猎物能力反馈，鹰眼视觉，超远动态视力。文字消散，2只眼球深处猛地传来千万根烧红钢针扎入般的恐怖刺痛。赵铁生痛得闭眼，但剧痛不到2秒，便化作冰凉通透的清流冲刷视觉神经。再次睁眼，世界发生质变，昏暗死谷绝壁在他眼里亮如白昼。目光扫过原本平滑的冰壁上，细微的裂纹，冻结的沙粒，全如显微镜下般纤毫毕现。更逆天的是超远动态视力，低头俯瞰谷底40多米的垂直距离，他竟能看清王宝库因极度恐惧流下的每滴冷汗。狂风中飞舞的雪粒，在他眼里速度像被放慢10几倍，慢动作般在空气游走。这就是鹰眼。赵铁生压下狂喜，肩膀伤口渗血，冷风一吹钻心的疼。他没浪费时间，将带血军刺插回腿上皮套，死钉上方不到10米的黑色岩石缝，有鹰眼加持，攀爬速度飙升，不用再拿拳头砸冰，锐利双眼精准找出肉眼无法察觉的微小凸起。
和裂缝，手脚协调发力，整个人犹如灵巧大壁虎，三下五除二窜到突出岩石上。岩石背阴处结着厚厚玄冰，夹缝里一株通体如羊脂白玉，顶端散发微弱红白光的雪灵芝，静静扎根在冰缝中，一股浓烈的冰冷药香直钻鼻腔。赵铁生粗暴伸手抠碎坚冰，连根带须薅出这株年份极高的雪灵芝，这玩意冷得像冰疙瘩，却透着强悍生命力。他二话不说，将这起死回生的极品老药塞进怀里，转身下崖，有极限敏捷和动态视力，这绝壁跟自家楼梯没区别。他拔出军刺反手扎进冰壁做减速锚点，双脚在冰面连点快速下滑，伴随冰屑飞溅，不到半分钟稳稳落入谷底。二牛看着脚边的白银尸体，牛眼瞪溜圆，下巴快掉地上。旁边的王宝库和孙彪更像看怪物，徒手爬100米冰崖，半空单手反杀天空霸主，这还是人吗？赵铁生没看他们，大步走到血泊中奄奄一息的民兵柱子跟前，柱子大腿跟动脉还在微弱喷血，人已彻底休克，脸色惨白。赵铁生果断掏出冒寒气的雪灵芝，连水都没用，直接一口咬下1/3，疯狂咀嚼。老药入口冰冷苦涩，满嘴浓烈药腥味。王宝库吓得大叫，说赵铁生都快死了，他还折腾他。赵铁生猛转头，凶狠眼神把王宝库吓得把后半句硬憋了回去。紧接着，他精准捏开柱子大腿皮肉外翻的恐怖血口，将嘴里嚼碎的雪灵芝药渣粗暴全吐在断裂的动脉血管上，随即伸出沾血大拇指，死死按压药渣和伤口。奇迹瞬间发生，雪灵芝恐怖的止血药效接触热血彻底爆发，不到10秒，狂喷的鲜血像被强效胶水糊住，流速骤减，嚼碎的药渣迅速凝结成坚硬的暗红血痂，硬生生封死了断裂动脉，血瞬间止住。毫无血色的柱子喉咙发出微弱的恶声，胸口明显起伏一下，硬生生被拉回鬼门关。懂急救的老猎户倒吸凉气，说我的天老爷真止住了，大动脉出血是必死局，竟被一炮嚼碎的草根救活了，神仙手段。靠在冰壁的孙彪看着断腿和地上的柱子，浑身剧烈颤抖，看赵铁生的眼神充满彻骨恐惧。赵铁生在柱子破棉袄擦干手上血迹，起身将剩下大半颗雪灵芝揣回怀里，冷厉如刀的目光扫过极度震撼的东烈队汉子。赵铁生声音冷酷，透着不容反抗的绝对威压，说都别装死了。他说去林子砍树杈绑担架，把死人伤员和那4头野猪全抬回去。他一直哀嚎的孙彪说那老东西腿折了，绑猪身上一起拖走，天黑前出不了死谷，全留这给狼当宵夜。这群横着走的民兵此刻温顺的像断脊绵羊，不敢有半句怨言。王宝库麻溜带人钻灌木丛砍树杈，手忙脚乱绑出简陋担架。二牛粗暴的用粗树枝串起几百斤的大野猪，断腿的孙彪像捆猪一样被绑在野猪宽阔后背上，疼得一路凄厉惨叫。一行人顶着刺骨寒风，踏着莫西深雪，艰难走出死谷，浩浩荡荡往大兴村赶。大雪封山，天色渐暗，众人用简易担架抬着伤员和野猪肉回村。大兴村全村在村口迎接，看赵铁生的眼神已经像在看活阎王。大兴村口挤了100多号人，却鸦雀无声，只剩寒风卷雪的沙沙声。所有人瞪着红血丝的眼珠，死盯这支地狱里爬出来的残破队伍。开膛破肚的民兵尸体裹在破棉被里，血早冻成暗红冰渣。平时横着走的大队书记孙彪，此刻像头待宰的肥猪，被死死绑在将近300斤的成年大野猪背上。孙彪的断腿扭曲耷拉着，满脸冻结实的鼻涕眼泪，嗓子早好哑了，直发破风箱般的嘶嘶声。走在最前面的赵铁生穿着单薄粗布褂，肩膀上带着3道深可见肉，用布条勒住的鹰爪血槽。他倒提着沾带碎肉的56式3棱军刺，腰挂滴血短猎刀，浑身散发着浓烈的狂暴血煞气。几个寡妇终于反应过来，扑到担架上撕心裂肺嚎啕大哭。胖婶连滚带爬冲出人群，扑到大野猪跟前，看着自家男人这副生不如死的惨状，吓得双眼一翻，直接抽了过去。赵铁生看都没看这群人一眼，大步踩着积雪径直穿过人群，冷厉如刀的眼神直往两边一扫，挤满的人群瞬间像见瘟神一样惊恐退开，硬生生让出条宽敞大道。赵铁生干脆丢下话，说二牛把猪扛回家卸肉，不理身后烂摊子，大步朝家走。二牛嘿嘿一乐，不善大手攥住串猪的粗树干，腰背猛发力吼了生气。这傻大个竟一人扛起2头加起来近600斤的大野猪，踩着沉重步伐轰隆隆跟在后面。大兴村的天彻底变了，全村人都明白，老赵家那软蛋已成了吃人凶兽，谁敢惹他，死谷里的尸体就是下场。第二天一早，西北风刮得像刀割，赵铁生在院里洗了把冷水脸，肩膀上那3道深可见肉的鹰爪血槽，在厚皮和狂暴体能的恐怖恢复力下，经过一宿竟已结了厚实的暗红血痂，连胳膊活动都不受影响。他拿出一个破帆布包，将昨天掏出的4颗拳头大暗黑色的极品大野猪胆塞进去，接着拿颈部将剩下大半颗散发浓烈药香的野生雪灵芝层层包好，贴身揣进怀里。赵铁生大马金刀跨出院门，说二牛推车去镇上。二牛推着大金鹿加重自行车，后座粗暴绑着半扇连夜踢出的野猪大肥肉，两人顶着刺骨白毛风，直奔30里外的青山镇。二牛现在有着恐怖蛮力，蹬自行车像台不知疲倦的柴油机，链条踩得嘎吱响，不到1个半钟头，两人嚣张停在青山镇供销社后院门口。刚进收购站，旱烟和生皮子为扑面而来，坐玻璃柜台后扒拉算盘的刘老抠听见沉重脚步，不耐烦抬头问谁啊？一大早。话没说完，刘老抠浑浊的3角眼对上赵铁生冷酷的眼神，吓得浑身一哆嗦，算盘啪嗒掉地。几天前赵铁生一刀插算盘的活阎王煞气，他想起来还后背冒凉风。刘老抠瞬间换上谄媚笑脸，连滚带爬钻出柜台，点头哈腰递烟，说哎呦铁生兄弟，赵爷您今儿怎么有空来了？您这是又弄到什么极品大货了？赵铁生没接劣质旱烟，冷眼一扫，说少废话，去把沈玉露叫出来，就说我要的东西价码带到了。刘老抠哪敢说不，连连点头，麻溜钻进里屋。不到半分钟，伴着干练军靴声，穿笔挺绿军大衣的沈玉露大步走出，身后的平头保镖像影子紧跟，警惕盯着赵铁生和像黑塔的二牛。沈玉露锐利的丹凤眼一扫，看到赵铁生肩膀透出血迹的破洞，瞳孔微缩。沈玉露极其干脆，说华伦组钢丝弦瞄准镜拿到了，今天来是给我验真金白银的。他走到柜台，双手一按，透着居高临下的高干子弟气场。赵铁
铁生不玩虚的，大步上前一把扯下帆布包，哗啦一声粗暴将东西倒在柜台上。4个成人拳头大、深邃暗黑，表面挂着血丝的极品野猪胆，扎眼的滚落台面，一股浓烈苦涩的野性药味瞬间弥漫。沈玉露淡定的眼神变了，说极品老猪胆。他一把抓起一颗内行的闻了闻，又用力捏捏表皮。沈玉露说触手坚韧，色泽黑亮，药味霸道，绝对是活了10年以上的深山老炮卵子找的。他抬头震惊看着赵铁生，一出手就是4个，难道他把一个成年大野猪群给端了？平头保镖倒吸凉气，他深知野猪王的恐怖，拿自动步枪的现役小队撞见也得绕道，这小子竟一人弄死4头。赵铁生冷漠敲敲柜台，说少打听来路，算价钱。沈玉露深吸口气，压下震撼，恢复精明本色，说这东西市面罕见，药效极佳。他接着说按省城黑市最高价，一颗算200，4颗整800块。800块，在工人月挣30多的年代，这绝对是恐怖巨款。刘老抠听得眼红，哈喇子都快流了。但赵铁生看都没看沈玉露拿出的厚厚一沓大团结，冷笑一声，伸手将钱推开。他说这4颗猪胆只是付你那3个零件的账。随即沉稳伸手入怀，摸出破布层层包裹的物件。赵铁生说真正的大货在这儿，扯开最后层破布，一株通体如羊脂白玉的野生雪灵芝突兀出现在柜台上，虽剩大半颗但根须完整，顶端泛着红白微光。老要出现的瞬间，周围空气仿佛骤降几度，一股清冷钻脑门的异香如炸弹般轰然爆开。沈玉露手里的野猪胆掉在柜台，向来冷傲的他看清雪灵芝的瞬间彻底失控，失态惊呼野生雪灵芝，这怎么可能？整个人猛扑在柜台上，他白皙双手剧烈颤抖，根本不敢直接碰，只能贪婪且难以置信的凑近死盯。沈玉露说这成色和根须纹路，最起码是长在垂直极寒冰壁，吸收了几十年日月精华的极品。他声音彻底走调，呼吸急促，胸口起伏，猛抬头，漂亮眼睛布满狂热血丝，死揪住赵铁生衣袖。他问从哪弄来的？这东西长在绝壁，旁边绝对有恐怖猛禽守着，你怎么可能活着带出来？赵铁生粗暴甩开他的手，说少打听来路，就问你这东西收不收得起。沈玉露艰难咽了口唾沫，强迫冷静，痛苦闭眼深吸一口冰冷药香，足足半分钟他才颓然睁眼，狂热眼神竟诡异转成绝望与不甘惨淡。他说这雪灵芝是难得的续命圣药，尤其治外伤大出血有起死回生神效。沈玉露声音沙哑，双拳死攥指甲掐进肉里，但是药不对症。他猛抬起布满血丝的双眼死盯赵铁生，像头逼到悬崖的母狼毫无保留交底。他说我爷爷在京城病危，不是外伤，是严重的脏器衰竭，人老了精气神散了，油尽灯枯。他激动喘粗气，猛拍柜台，说这株雪灵芝药性偏寒，能吊口气但补不回亏空元气。京城国手说了，想从阎王爷手里抢人，必须用霸道狂烈的极品大洋之物续命。赵铁生微眯鹰眼，根本没插话，冷静看着这失控的高干女人。沈玉露说这种极品大药普天之下，只有长白山最深处连老猎王进去都得死在里面的生命禁区才有。他咬牙一字一顿，透着决绝疯狂，说必须是长着红籽、年份超100年的百年野山参，或者一头完整的成年野生东北虎的虎骨。旁边的退伍兵保镖听见这2名字，吓得浑身猛一哆嗦，脸色煞白。百年野山参、东北虎骨，这哪是采药打猎，这他妈是直接给山神爷送口粮。供销社后院死寂，沈玉露死死盯着赵铁生，说你敢接这活，条件随便开，杀人除外，其他的我全能办。供销社后院里无尽的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沈玉露身后的平头保镖浑身肌肉瞬间紧绷，满是老茧的手下意识摸向腰间配枪。百年野山参、野生东北虎，在长白山最深处的老林子，那是山神爷的命根子。那生命禁区就算是全副武装的侦察连进去也得脱层皮，一个吃不饱饭的乡下猎户敢接这活，简直痴人说梦。赵铁生连眼皮都没眨，平静伸手，随意抓起柜台上那800块大团结塞进帆布包，接着把散发异香的雪灵芝往沈玉露面前一推，说这活我接了。赵铁生声音沉稳，透着刀尖舔血的狂傲冷厉，说这雪灵芝你连夜送去京城，虽不能让你爷爷彻底还阳，但靠这极品老药吊命，撑10天半个月绝对没问题，剩下的交给我。沈玉露布满血丝的漂亮眼睛猛地一亮，激动抓起雪灵芝，说你真敢进老林子，你知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赵铁生粗暴打断，说少废话，我敢接就有命把东西带出来。融合鹰眼的锐利双眼死盯沈玉露的脸，说条件我现在开。沈玉露急切表态，说只要不违背原则，要钱要粮要工作我都办。赵铁生眼神一冷，说不缺那些破烂，干脆竖起2根手指。他说我要进老林子，凭手里这把自制复合弩，碰上饿狼还行，要是撞见500-600斤一口咬碎牛头的大爪子东北虎，那就是送口粮。第一我要真家伙，全新军用50-60半自动步枪，不要大队民兵那种膛线磨平的破烂货，外加1000发原厂黄铜子弹。第二我要2头带血统、体格最大、脾气最暴的好猎犬，必须是军犬基地出来的极品。话音刚落，平头保镖彻底忍不住了，踏前一步厉声怒喝放肆。他说56半自动和子弹是军区严管重火力，你一个老百姓敢要这东西，按律当场就能毙了你。没等赵铁生开口，沈玉露猛转头凶狠瞪了保镖一眼，说我爷爷的命重要还是几把破枪重要？他说出了天大篓子，由我沈玉露一人担着。保镖被吼得一哆嗦，憋屈退下。但保镖看赵铁生的眼神依然充满强烈敌意。沈玉露死咬着牙盯住赵铁生，胸口剧烈起伏。他知道赵铁生要的这2样东西简直是通天难题，但更清楚不答应。眼前这个浑身血煞气的男人绝对不会踏进生命禁区半步。沈玉露果断一拍柜台，透着将门虎女的决绝，说枪、子弹、猎犬我全给你弄来。他说但这东西烫手，你最好有命活着把东西带出来。要是拿枪跑路或死在里头，我沈玉露就算把长白山翻过来，也绝对把你挫骨扬灰。赵铁生根本没搭理威胁，说3天，转身冲向黑塔一样的二牛，偏偏脑袋，说3天后中午还是这院子，把东西备齐。二牛推车回家，2人推着压了半扇野猪肉的大金鹿极其嚣张走出供销社，只留沈玉露虚脱靠在柜台死攥着雪灵芝。接下来的3天，大兴村下了场罕见暴雪，积雪没过大腿根，村子彻底封死。赵铁生大门不出，在家里疯狂进食适应身体，融合了野猪厚皮、狂暴体能、猞猁敏捷及鹰眼视觉。他现在简直是头恐怖的人形凶兽。他
他甚至光膀子在零下30多度的院里，让二牛抡胳膊粗的木棍狠砸后背，砰砰2声，木棍硬生生折断。他犹如老牛皮的坚韧皮肤上连红印都没留。他对这次老林子之行已做好极其充足的肉体准备。第3天正午，风雪刚停，青山镇供销社后院沉重的大铁门被人粗暴推开，轰隆隆一声巨响，一辆盖着厚重军用帆布、排气管喷黑烟的解放 CA10大卡车碾着积雪霸道倒进院子。这阵仗把前面柜台的刘老抠吓得钻进桌底。卡车停稳，2个穿军大衣的壮汉麻溜跳下车，拉开挡板。此时，赵铁生带着二牛踩着雪准时走进后院。沈玉露穿干练紧身迷彩服，脸色疲惫，眼底满是血丝，显然为了弄这批重火力，动用了高层关系网，连觉都没合。沈玉露声音嘶哑，指着后厢说：“你要的东西全在车上。”我沈玉露说到做到。赵铁生毫不废话，一跃而起，轻松跳上近1米半高的车厢。车厢最里面放着俩粗大金刚铁笼，笼子盖着黑布，传出令人肝胆俱裂的低沉狂暴嘶吼和撞击声。金刚栏杆甚至被撞得微变形。铁笼前面平稳放着个墨绿长条军用木箱，盖上喷着醒目白漆危险弹药。赵铁生没看剧烈晃动的狗笼，鹰眼直接锁定墨绿木箱，一脚踹开铁卡扣，嘎吱一声，沉重木箱盖掀开，一股浓烈刺鼻的纯正军用枪油味瞬间在冷空气中弥漫。厚厚防潮油纸和干草中间，静静躺着一把散发冰冷幽暗蓝黑金属光泽的杀人利器。这是一把崭新，连一发子弹都没激发过的正宗56式半自动步枪。流畅的胡桃木枪托，锋利的折叠式3棱刺刀，无不在彰显属于这时代最强单兵武器的暴力美学。旁边整齐码放着2个沉重的绿色铁皮弹药管，那是整整1000发极其致命的 7.62 毫米黄铜子弹。没有男人能抵挡这真理的诱惑。赵铁生贪婪深吸枪油味，粗糙大手直接握住冰冷胡桃木枪托，熟练提起这足有8斤重的步枪。咔咔2声，他连看都没看，双手眼花缭乱在枪身操作，卸弹仓、检查枪膛、拉动游标标尺，清脆展开折叠3棱军刺，整套战术动作行云流水，快得连车下几个军区壮汉都瞪大眼珠。赵铁生狂热赞叹：好枪好家伙，有这玩意儿加变态鹰眼视觉，在老林子里只要500米内，绝对是指哪打哪的一枪毙命狙击点名。他熟练从弹药罐抓起压满10发黄铜子弹的桥架，大拇指猛地用力下压，咔嗒咔嗒，10发黄铜子弹顺滑压进弹仓。赵铁生拉开枪栓，咔嗒一声脆响，他闻着枪油味，冲着二牛咧嘴一笑说：“这回咱们能去太岁头上动动。”